麦的生存打破一切 0.7.0， 咱们直接开始。这次的版本做了很大的调整。首先看这个难度，简单的话是适合刚接触的玩家来玩。那么像我这种大神呢，肯定是要选择简单。哦不，肯定是要选择困难。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玩麦的生存打破一切 0.7.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次我玩打破一切版本还是在 0.5.5。不管版本如何升级，对于我来说那都是手拿把掐。所以咱们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在麦特生存里，要想富先撸树这句话，我这里还发现了一个荧光蘑菇。这个荧光蘑菇可是前期生存之神器呀！如果打掉它可以掉一个萤石的话，加上一根木棍，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萤石火把。哎，你好，什么鬼？还好我回头快，这家伙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啊？分裂库里帕威力非常大，救我救我救我！我去，兄弟们，库里帕联手小白，一个近战把我炸，一个远程玩射杀。还好我腿脚灵活，反应快，不然这一波肯定说 say goodbye。10颗小麦种子缓解一下惊慌失措的心情。刚好眼前有一只大灰羊，咱们给它打一下。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什么情况，兄弟们，我的饱食度是2格，但是我的血量比较低。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对羊造不成伤害呢？难道血量也跟攻击力有关系啦？一天的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眼看就要夕阳西下了。目前我的肉类食物储备还并不是非常的多，所以我必须得抓点紧了。这头老母猪还非常的不错啊，给我掉了一根骨头。这个骨头呢，在生存前期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我们来找庇护所，左右观察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位置非常不错。新版本当中加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那就是趴下。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1格的空间内活动。OK，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沙粒给它撸掉，紧接着我将为大家展示一个非常逆天的操作。我是万万不敢相信啊，这还是我熟悉的麦特生存吗？兄弟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小队，所以喜欢玩多人麦特生存的小伙伴，这真是一个福音啊！只是创建小队呢不是重点，重点是创建小队之后，他会送我们一根萤石火把。我操，不是哥们儿，这还是困难生存吗？前期我们可以1格爬进石头内，这样的话僵尸就打不倒我们。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根萤石火把，解决了晚上黑暗的问题。我去，兄弟们！麦的生存不得不说是越来越简单了呀，虽然增加了很多的敌对动物啊，以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吧，太多了，兄弟们没法一一列举。但是老玩家应该都知道，这一根萤石火把以及这1格趴在麦的生存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我只能说是太逆天了。在接下来的整整1个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嘛，偶尔来只僵尸，我感觉我也能应付。只是我这个石头为啥它也能挖得开呀？好久没玩打破一切了啊，能挖得动石头，那肯定他手中有把镐子。那僵尸前期拿工具啊，我记得好像老版本也有吧，记不太清楚了，兄弟们。总之呢，我也没有当回事儿，反正他挖也得挖一会儿吧。可是我是万万没想到，这僵尸挖的如此之快，石头和沙粒一会儿就挖没了，差点忘记了我身上还有一根大棒子。于是我掏出大棒子，当头一棒。不得不说，这小僵尸还是太年轻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整个晚上，那我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停的挖沙粒，直到凌晨时分，我正撅着屁股哐哐干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没太理解啊，我是如何被僵尸给杀死的。正所谓大不了从头再来，这时候呢，你还会达成一个成就，那就是坚持，你肯定行。对，我行是肯定行，只是你别再给我制造困难了，行不行？生存第2天就下起了瓢盆大雨，不得不说，兄弟们，4个字儿，天妒英才呀！就这样，我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出发，尝试捡回我的物资。在那麻绳专挑细处断呀，在这里遇到了一只山狮，外加一只僵尸。知道为什么在野外人类打不过狮子了吧？必须捡回我的。首先你要有一副好脑瓜子，物资就在前方，僵尸手中应该是拿了一把铲子还是个锤子，我也不太清楚啊。首先我先打个小麦种子，解决一下鸡腿抖动的问题。紧接着我再使出一招声东击西啊，因为现在僵尸守住我的门口，我进不去，所以说我先把它引下来，然后从这个方位我们再爬进去。小麦特生存，咱们直接拿捏，兄弟们！你们看啊，这 0.7 版本呢还增加了一个实体的功能啊，我们直接把物资捡到我们的背包里。然而，正当我在沾沾自喜之时，没想到这只僵尸又跑回来了，而且他还疯狂在挖我的沙粒。紧接着，我去。后期呢，我继续玩，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兄弟们，不知道是这个版本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看啊，哎，我没有按暂停啊，兄弟们，刚才是卡了，而且这种卡顿呢一直存在。如果你也遇到过此类事件，麻烦告诉我一下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卡得我太难受了，所以只能是下期视频再见吧。
上期视频我们体验了 0.7 版本的打破一切，简单体验一下之后，我觉得游戏难度吧其实还好，并不是很难。虽然在此期间我也翻车几次，先是被僵尸背后偷袭，紧接着又在回去寻找装备的路上遇到了一只山狮。当时我以为凭借我的走位我能躲得过去，没想到是我想多了。紧接着我又遇到了游戏卡顿的问题，后来呢也是解决掉了，可能是游戏的内存没有调整。那么接下来咱仍然是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经过了昨天的简单试玩啊，我觉得这个版本啊也是有手就行。目前呢，我先开了一个简单模式。这简单模式一开呢，兄弟们看啊，新手保护5分钟内不会降低保湿度以及口渴值，同样也送了我们一套皮革装备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锋利的时髦，外加一碗沙拉以及一个纯净水瓶。后面的3样东西呢，以前我在玩 0.5.5 版本的时候是没有的。同样，这把锋利的时髦呢，也是新增加的一把武器，对付一些敌对生物，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OK， 简单体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困难模式啊。这次的地形我觉得还不错，这边是高山地形，旁边是雪原。这个地形呢，不能说是非常的理想，但是我感觉凭借我的技术，应该也可以活得下去。就这样，生存第一天呢，我也不废话了，兄弟们，那就是打动物，搞点食物嘛。很快就来到了晚上，由于我们是在高山地形，所以找到这种带有沙砾的墙，我们直接挖进来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高山地形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僵尸可以徒手撸掉石头，这就导致看似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非常的淡定，其实我是慌的一批呀，兄弟们。昨天夜里跟僵尸斗智斗勇，整整战斗了1个晚上。同样呢，也有粉丝提醒我，你现在玩的这个 0.7 版本呢，你最好是1天换一个庇护所。俗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不过就目前来看，我这个庇护所好像也不能待了。不过就目前来看，我就这么走了，好像多少有点亏呀。为什么这么说呢？昨天夜里僵尸挖了1宿的沙砾，我也挖了1宿的沙砾，我挖的沙砾都放在了我的背包里，但是僵尸挖的沙砾都掉在了僵尸的脚底下，这不就是免费为我打工吗？白嫖的沙砾我怎能不要呢？于是乎我就跟僵尸上演了一波声东击西智取沙砾，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想到天空不作美啊，兄弟们，又是生存第2天，同样又是瓢盆大雨。我去，不会这筒子哥是故意这么弄的吧？这真是没有办法了，兄弟们，肯定要在这里再待1宿了。如果说昨天夜里我是在跟僵尸斗智斗勇，那么今天夜里这些僵尸就想把我直接送走。这次幸好我发现了及时啊，没有像上期视频一样撅着屁股哐哐干。不过即便如此啊，这次也是差一丢丢啊，小命就没了。还好咱们手中有根骨头，这根骨头呢，也是让我在这一波与僵尸的较量中一下拿下3杀。1根骨头打3只僵尸，没开，兄弟们，绝对没开啊！今天夜里这个庇护所肯定是没办法再待了，所以我们抓紧撤离。现在我的身上呢，食物还挺多，背包里的沙砾呢也还不少，所以我准备开始制作我们这个生存中的第1把工具，那就是随时小刀。OK 了，兄弟们，木头4周的树叶呢全给它撸掉，然后我们静待奇迹发生。真就是拜堂听见乌鸦叫，倒霉透顶。这么大一棵树，只给我掉了1根木棍啊，只能制作1把随时小刀。我去，兄弟们，我也懵了啊！这是个什么生物啊？眼看马上日落西山，而我现在连庇护所都没有找到，整整1个白天，我就撸了1棵树，然后打了2头牛。兄弟们，天就黑了，这黑咕隆咚的，我说实话，兄弟们，啥也看不见啊！就这样，我闭着眼睛哐哐一顿乱跑，跑到这里之后，我感觉我不能再跑了，因为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就会啥也看不见。于是这时候我心生一计，就我这一计，我就敢说全网没有任何一个主播能够做到。先把这个沙砾给它撸掉，紧接着把我们的火把再给它带上，然后插上火把，紧接着下面这一步你们都给我看好了。打开我的背包，拿出我仅有的2块原石，给它堵上。怎么说，兄弟们，挖一填一，有谁能做到？你若问我，主播，石头从哪来的？其实呢，我大概率分析了一下啊，有可能是我在上一个庇护所连续待了2天，僵尸把石头给撸掉了，然后被我捡到了。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走了狗屎运吧。可是就在这里，我待了半分钟之后，我在听着僵尸的嘶吼，我就在想，这僵尸不会把草方块给挖了，然后进来把我打死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会，因为它底下还有1块石头。我操！啊！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切换到我的骨头。太残暴了！关键是这大半夜的复活，你让我怎么活？啥也看不见啊，兄弟们！说多了都是眼泪，直接白给就完事儿了呗。后期呢，我又简单发掘了一下，但是吧，好多粉丝都说这个版本呢，前期没有萤石火把，好像还真挺难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山地形呢，僵尸会撸石头，如果你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僵尸从哪过来你都不知道，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可能后期呢我会陷入一个死亡循环。到底能不能陷入死亡循环，我先不管了啊。咱们视频结尾呢，我先吟诗
一手，打破一切0.7，本来感觉挺容易，游戏体验4小时，翻车数次难启齿。重点说一说僵尸，前期真是太无敌，能挖石头，能挖泥，让我绝望又窒息。行了，咱也别唠了，下期视频再见吧。上期视频我们蜷缩在狗洞与僵尸斗智斗勇大战2天2夜，这也就间接导致了我生存2天的庇护所被僵尸挖的惨不忍睹，所以我觉得我十分有必要去寻找一个全新的庇护所。只是这一切好像并不是很顺利，虽然我当天夜里也使出了 MC 失传已久的挖1填1，可是仍然没有阻挡僵尸直接让我归西。由于高山地形复杂，我的物资肯定是找不回来了。最主要的是我在黑夜中赖以生存的萤石火把找不到，那就很麻烦。晚上只能是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我一旦看不见，粉丝就抱怨，影响节目效果，狗都不会看。所以为了各位观众老爷们的观看体验，我决定再开一把。那么咱就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开局这个地形那真叫一个好，高山连接平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完美的麦的生存地形吗？开局自然不必多说，我们先收集一点食物。好家伙，一头肉钓3个牛，如果都这么给我钓的话，那我前几天的食物根本不成问题呀。遇到甘蔗不要错过，如此一来，食物问题跟口渴值的问题应该是暂时性都解决了。有了前几次翻车的经验啊，这次我必须先把庇护所给它找到。于是乎，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挖开之后里面还挺宽敞，用自己的双手抠出31厅，兄弟们，甭提有多美呢。就这样，我安全的度过了1个晚上。但是到第2天清晨，外面又下起了瓢盆大雨。面对即将破门而入的僵尸，我奋力抵抗，可是怎奈意外还是来得太快。我去，这也能打到？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复活之后，瓢盆大雨一直下，到底何处是我家？左右张望，我不知去向。看到僵尸，我牙根痒痒。说实话，多少是有点想不开了。但是我又一想吧，生命诚可贵，人类总不能给僵尸下跪。君子报仇，10年不晚。干出一切，玩的就是记忆力。好消息是物资找到了，坏消息是目前这个情况吧，我好像还得在这里再待一宿。你们听，这旁边还有僵尸在挖我的沙粒。不过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在思考该如何对付僵尸的时候，好像天晴了。因为我听到了僵尸燃烧的声音，出门一看，果然现在是太阳当空照啊。那么此时此刻，我必须要说一句话：天晴了，雨停了，我又觉得我行了。只是吧，这个时间太过于仓促，所以我不得不再在这个庇护所待一宿，听听外边僵尸的嘶吼，再看看现在的时间，我估计天快亮了。昨天夜里我得到了多少物资，你们就甭管了。此时此刻，我就想手持骨头与僵尸再大战77、82个回合。可是僵尸接下来这波操作，我真的是天空是蔚蓝色，窗外又牵着河。逆天了，兄弟们，僵尸也能趴下。游戏时间生存2天，翻车2次，真不简单。拿回物资，抓紧车，这个地方我是1秒都不想待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寻找一个全新的庇护所。那么在寻找庇护所的路上，我遇到了一只山狮。有粉丝告诉我，对付这个山狮啊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原地搭2个高，拿着1根骨头磨它就可以了。这也太简单了吧，兄弟们，这不就是时间问题吗？于是乎我就开始对山狮一顿敲打。刚开始我打得还挺高兴，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山狮好像是卡住了一样，只是我没想到它是在蓄力。拿来吧你！啥也不说了，我就想问问我现在怎么办。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乎我就来到了今天白天我挖的一个地方。当时呢，我在这里挖了一半，但是我有感觉吧，这个地方当做庇护所可能不太行。没想到我立马就派上了用场，管它行不行，兄弟们，先度过一晚上再说吧。对，你没有猜错，这个地方绝对不行。好，这么玩是吧，兄弟们？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只不过现在我们不能着急复活，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动重生的秒数。等这个120秒过了之后，我们自然就会复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死亡的次数降低到最小。来吧，兄弟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根据我的经验等级，你们猜一猜，我昨天晚上翻车了几次？第一时间跑回来，我不是要拿回我的物资，我是要兑现当初我说的那句话，那就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个家伙的抗击打能力真是太强了，兄弟们。我打的时候还是太阳当空照，我打完了之后
直接就是夕阳西下了。哎呦我去，兄弟们又得找庇护所了。就眼下这个情况，我这一看，兄弟们，咱也别瞎跑了，先从我的尸体内把我的银石火把给它拿出来，然后就近咱们找一个地方先给它住一下吧。我看这个地方就不错，咱们赶紧往里挖。那么视频结尾呢，咱们吟诗一首吧。僵尸真可怕，晚上硬闯我的家，撸掉石头和沙粒，趴下以后把我杀。连续2座庇护所全被僵尸给拿下。探索之路遇山狮，他的飞扑顶呱呱，复活之后来复仇，拿下山狮得到肉。转头一看天已黑，匆忙找到沙粒堆，越是害怕越紧张，小手一抖泪2行。今夜能否安全过？下期视频咱再说。上期视频这一波我本以为是僵尸趴下把我杀，其实仔细一看是僵尸挖掉了脚底的方块，然后把我干掉的。紧接着我又与山狮斗智斗勇，没想到这个小子还挺厉害，利用了一个障眼法，紧接着来了一个飞扑，直接把我拿下。复活之后已是深夜，我的经验等级呢就这样来到了副部级。先是复仇干掉山狮，但是没想到这个家伙的血量是真厚啊！就这样1天的时间又过了，还好在附近我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庇护所。那么接下来咱就废话不多说了，干饭时间到。临时找的庇护所我可以调，不然一会儿进来了我可就真要出意外了。这帮家伙真的是很难对付啊，兄弟们！我严重怀疑刚才僵尸跳进来的地方可能连接着一个矿洞，不信咱们看一下。我去，还有2只大蜘蛛！现在我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你说走吧，天还没亮；你说不走吧，这僵尸还在屁股后面挖这个羊毛。堵羊毛只是缓兵之计，所以我必须要主动出击。他就完了啊！所以我必须要主动出击。太极多练，不给自己找理由，先搞点小麦种子。我们准备把装备先拿回来。只是你这游戏你不能这么整吧，兄弟们！你这么整的话，你也有点太不地道了。今天本来是晴空万里，你这怎么说下就下呀？不能再找个地方躲起来了。所以跑这一路上有惊无险，总算是跑到了庇护所附近。但是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要挖开这个沙粒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况且身后还有一只僵尸在追我。简单与僵尸周旋了几个回合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还真是个矿洞。怪不得这里这么多的僵尸，再来20只僵尸，我也觉得在情理之中。只是接下来你们看这一个回合，我就很纳闷啊，兄弟们，这一波我是如何被僵尸给杀死的？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梅开2度，也就是我能做到的。于是乎捡回装备，当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因为现在天快亮了，每次翻车之后呢，我跑到这个庇护所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与其我在这里等死，我还不如往出生点跑一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到翻车之后节省时间拿回装备。就这样我跑啊跑，果然也是不负众望啊，先是被骷髅射中一箭，紧接着来到一处湖泊位置，我感觉这个地方风水不错啊，兄弟们，索性在这躺一下吧。复活之后我果然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找到了我的尸体。我操！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尸体正好靠着一处矿洞。俗话说得好，小白不可怕，就怕小白锁头挂。这一剑下去，我只剩半颗心。好在问题不是很大啊。捡回装备之后，我就想着咱们有了斧头，得抓紧砍树啊。你好。好消息，前方就有树；坏消息，我被野猪盯上了，我得想办法摆脱啊，兄弟们。于是乎，我看前方，我就想来一个大跳。今天砍树肯定是砍不了了，时间来不及了。不过呢，我并没有感觉到十分沮丧，我反而非常高兴，因为我找到了一处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庇护所。你们看这里，把这里的沙粒给它挖开，这个庇护所跟我之前的几个庇护所相比，这个是最好的了。事实证明，进来之后啊，确实如我所料一样，四周全是石头，而且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沙粒。经过了1晚的发育，你们看我的背包，这就是我目前所有的物资。昨天夜里也没有僵尸打扰我，咱们现在抓紧出去砍木头吧。一把随时短斧可以砍3个原木。第一时间，我们先制作一个随时工作台。同样，我们也获得成就，从一块碎石台到一座城。这几天呢，也得到了好多碎石，所以我毫不犹豫，直接合成了一把随石斧。好起来了，兄弟们，总算是好起来了。历经千辛和万苦，僵尸天天把我堵，我俩相爱又相杀，留下佳话顶呱呱。唯唯诺诺10几天，如今总算把身翻，一切终将好起来。下期视频咱再见。上期视频连续被僵尸跑
家也就算了，关键最后时刻我还被他杀，甚至有粉丝调侃我技术一哥体格就是好，找一块风水宝地倒头就睡。但是不管怎么着，上期视频咱们总算是好起来了，合成随时短斧挖木头，然后得到了随时斧，后期我又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庇护所。 OK， 那么接下来咱就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制作了随时斧，那我们第一时间肯定还是要砍木头。在有了大量的木头之后，我们首先要制作2件物品，第一个就是筛子，第二个就是篝火。顾名思义，筛子肯定是用来筛沙粒，那么篝火就是用来烤肉，没有错。现在这个版本呢，做了很多的调整，用熔炉烤肉已经不行了。作为我的老粉呢，兄弟们应该都知道啊，之前玩过各种版本的麦特生存，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筛子，只是这个版本真是不行了，好像手撸沙粒的掉落物也做了调整，所以说筛子得到矿物以及碎石碎片是最好的选择。OK 了，随时斧也用爆了，这次挖到的原木确实够多，咱们来看看一共挖了多少。10块原木还不错，回家的路上再蹂躏一头二师兄，这二师兄也确实给我面子，一块肉掉了3个二师兄。成功回到庇护所，第一时间先把筛子做出来，做出筛子的成就我要说一下，居然达成了金沙遍地，这是寓意着我筛沙粒多出金吗？紧接着我们再合成一下篝火，你像这种生的昆肉我们就可以烤着来吃了。合成了篝火也有一个成就叫糊弄不了我，烤一块昆肉我们来简单品尝一下。要想筛沙粒，我们还需要筛网，3根皮革绳就可以做成一个筛网。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翻倍，兄弟们。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粘土炉以及硬化粘土炉也要都给它安排上。做这2个炉子呢，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挖到粘土就 OK 了。本来我就想一口气直接做出2个炉子，但是怎奈天空不作美，忽然之间狂风暴雨，那这样的话我也只能是先回家了，先把粘土炉给它做出来。这时候我们也会获得一个成就，叫土味情化。第2天我接着挖粘土，然后我很快就合成了硬化粘土炉，同样我们也会获得成就大跃进时代。这个成就呢，我觉得跟这个硬化粘土炉啊是非常的匹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里硬化粘土炉在这个生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没有它，前期我们合不成各种钉以及各种镐子。那么现在我只能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多挖沙粒。之前储存了很多皮革，现在我们先做一个水袋。随着生存天数的增加，我们身上的物资呢也越来越多。同样我们还需要一个背包，获得成就背上我心爱的小书包。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到哪里都不会堵车。为了能够挖到更多的沙粒，我首先要准备几把木铲子，一口气我就准备了4把，我感觉可以吧。首先要攻陷的就是我庇护所底下，这里有大量的沙粒，我们全部给它挖回家。然后就是在我经常砍树的旁边也有一片沙粒。很快啊，4把铲子的耐久全部见底。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4把铲子的耐久我只剩一点点呢？不是我的世界的老玩家肯定不知道。这次出门寻找沙粒，找到这片地方，没想到还另外有收获。兄弟们，紧跟着我的镜头往前看。虽然我现在没有锤子，也没有镐子，但是这几片铜矿我迟早要给它挖走。不仅这里有，这里还有。这10几块铜矿不就到手了吗？别看我挖了这么多的沙粒，回家一筛也没有得到几个铜粒儿。目前一共得到了26个。前期呢，我要制作一把铜锤，铜锤需要5945个铜粒儿。这样的话，我们还差19个。沙粒筛的越多，需要的筛网呢也就越来越多，这就导致我手中的皮革的数量呢有点不太够用。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制作出麦的生存中的第1把神器，那就是石矛。要想制作石矛，我们首先要制作一个碎石镐。这个碎石镐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啊，用它来挖石头，它会把石头变成沙粒，然后我们再把沙粒给挖掉。那么就在石头变成沙粒的一瞬间，它会掉落一个物品，那就是锋利石头。我们用锋利石头就可以制作石矛。这次是我运气不太好，并没有给我掉。不过第2次我就得到了，并且这次呢我还制作了一把优秀品质的锋利石矛。以前呢我们只敢打一些友好动物，如猪、羊、鲲。现在有了这把石矛，我们就可以把攻击目标变换为豹、狗、猪、象。同样呢，这些敌对动物好像掉落的皮革也越多。我去，这么猛吗？对付猎狗一下就撂倒，只是这只猎狗为什么给我掉腐肉啊？经过实战，我发现一只石矛好像不太够用，2把石矛交替使用，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于是乎，我就把矛头指向了大象。废话不多说，一连干倒2头大象，一头大的，一头小的。不过看看我的背包，好像也没掉几个皮革呀。但是吧，我听说这个大象肉好像挺厉害，烧熟的象肉好像可以获得10秒的抗性提升，是吧？应该是这样的，那就 OK 了，兄弟们。今天呢是飞速发展的一天呀。最后我再吟诗一首吧：篝火木筛粘土炉，水袋背包随时斧，锋利石矛拿在手，大象见我抖3抖。飞速发展的一天，转头一看没下饭，粉丝可能会抱怨，那就下期咱再见。
上期视频我们经历了一波飞速发展，基本上所有的技术工具我们都给它做了出来。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筛沙粒期间得到了9个银粒，放到我们的硬化粘土炉里一烧，我们就可以得到银锭。这也是全新 0.7 版本一个获得锭的方式。有了银锭之后，我们也把工作台给它升级了，升级为银质工作台。不过最令我开心的是，我制作出了锋利时髦，不管是对付敌对动物，还是像大象这种庞大的动物，都可以纷纷把它们斩入马下。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发育，争取今天能把铜战锤给它搞出来。那就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锋利时髦这把神器，我真应该早就做出来，对付猪牛羊2下就拿下。皮革收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来挖沙粒。上期视频呢，有粉丝告诉我，如果你在生存前15天能做出铜镐，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寻找村庄以及寻找烧塔。还有就是，如果在生存32天之前，你能去往地下世界，它就可以生成红水晶洞，这是一个加经验非常好的地方。不过就目前来看，这2种情况我应该是都完不成了。所有的沙粒都筛完了，目前我背包里的铜粒来到了32个。碎石呢是非常之多了啊，不管是制作随石镐还是随石斧都绰绰有余了。不仅如此，我还制作了一张床，这样的话晚上就可以睡觉了。庇护所附近的沙粒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跑到之前发现铜矿的这片区域，这里的沙粒还是比较多的。又经过了一晚上的奋战，目前铜粒的数量来到了37个，运气真的不是太好啊，出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随石碎片，没有办法呀，兄弟们，还得撸沙粒呀。这次呢，我也是制作了2把随石铲啊，毕竟随时都用不完了，这2把铲子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铲子都撸爆了，我就准备回家。忽然心血来潮，时间还早，现在回去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我就决定把附近的动物给它打一下。眼前这个动物叫什么？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如果让我看的话，我觉得是只山羊。当时我说实话确实是有点迷之自信。死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家伙叫射牛。为什么刚才我能有如此自信？我觉得我可以再捡回时髦继续射它，因为我看它确实非常平常，我感觉就是一只山羊。还好我的经验也并不是很多，这一波也不算损失，捡回经验拿回装备，你看我盘不盘它就完事儿了。然而正当我在捡回装备的时候，说实话这时候我这非常气愤的。对于此声叫声我完全没有理会，我还认为这个声音应该是射牛发出来的声音，因为我毕竟没有看到附近还有别的动物。果然不出意外，我马上就要出意外了。我去，什么鬼？没错，山狮跑来把我杀。此时此刻，我的愤怒值绝对已经拉爆了，一切的一切都因这只射牛而起。如果今天我不把它拿下，那么以后江湖上可能会流传我的传说：技术一哥连头牛都打不过，那我以后还怎么活？所以我今天必须把这头牛给它拿下，也不用整些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简单给它展示一下我祖传的花式迷踪步。OK 了，再次捡起我的2把锋利时髦，咱们分别向射牛射出。这家伙不会是大型的有蹄哺乳动物？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家伙血量高达60，攻击力16。你还别说，这家伙确实是有点666。拿来吧你！好家伙，射出了7、8毛才把这只射牛给它拿下。正所谓古有武松打虎刘家话，那么今日就由我一哥射牛粉丝夸。低调低调，兄弟们，我只是做了这样的话，细算下来，兄弟们，你们觉得哪边合适呢？是以前用熔炉烧铜矿合适呢，还是现在分解合适呢？总而言之一句话，反正比以前是更难了。现在在这个版本中，要想直接烧铜矿，我们必须要制作一个大熔炉，不同材质的大熔炉要对应不同材质的熔炉核心。在这里呢，我也是先制作了一个石头熔炉的核心。天亮之后，我们把门口的锡矿给它挖一下。今天呢，我就要奔赴高山地形去挖取更多的铜矿。高山地形挖铜矿，我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能否顺利得到铜矿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上期视频真是精彩，跟动物干上了。我先是对付了一头看似是山羊的射牛，这家伙的战斗力简直是暴走。后期我又挑战山狮，山狮又把我一顿暴揍。好在本人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又制作出了大铜锤。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开启我的另一段旅程，那就是去高山地形疯狂寻找各种矿物。那么接下来我也废话不多说了，干饭时间到。出门探索的第一天，说实话我是非常悲哀的。跑了整整1天，我就发现了1处铜矿，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版本裸露的铜矿这么少啊。理论上来说，高山地形不应该是遍地都是铜矿吗？先把垫脚方块给它撸掉。我发现的这处铜矿在这个位置，这次的运气还不错，一共挖到了5块铜矿。利用晚上的时间，咱也别闲着，把这个铜矿呢给它分解一下。在粉丝的建议下，我制作了一个铜制打火石，他们说可以
以利用打火石来实验一下羊毛烤肉法。好长时间不玩麦特生存了，说实话，这种 bug 不对，这种特性，改天有时间了，我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夜里过得不太太平，3只僵尸联手想要围剿我的庇护所，那这不是开玩笑吗？现在的我岂还是以前的我？以前我只拿一个骨头，现在我各种武器都给他安排上。像这种僵尸，我恨不得他多来点，这样还可以给我长点经验。就这样，在我的花式乱劈大法之下，这3只僵尸他根本也承受不住啊！打完这3只僵尸，我也是十分的欣慰，因为这是我首次在这个生存中经验等级突破5级，血量突破4颗星。所以兄弟们，能不能把可喜可贺打在公屏上？如果你现在不打的话，那我就赌你在1分钟之后也肯定会把可喜可贺打在公屏上。不信你跟我看。拿下了僵尸之后，我继续踏上了寻找矿物的道路。在这里还有粉丝提醒我，技术一哥，你要不要做一张地图啊？地图的合成呢，需要一本书加一个纸和笔，而纸和笔的合成呢，就要用到羽毛以及墨囊。我思来想去的想了一下，我感觉也还行。做一张地图之后，这样就可以防止我们迷路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说巧不巧？刚好就有一只鱿鱼出现在岸边，所以当时我二话没说，立马就跳了下去。跳下来之后，我还没觉得怎么地，但是我就觉得我爬不上去。后知后觉，我才感觉我真是大意，真的是好久不玩麦特生存了，我居然忘记了鱿鱼会把我拖下水这个设定。就这样，我就奋力往上游啊，鱿鱼就在后边拉呀，我游啊，它拉呀，游啊，拉呀，游拉游拉，最后只剩一个嘎。在这里我问一下各位，像我这种死于溺水的尸体是会沉在底下还是会浮在上面？我很好奇呀，于是我就踏上了寻找尸体之路。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半路上我还有一劫。刚才那只黑乎乎的是什么动物我真不知道，但是眼前这只郊狼你真的是太过分了。最后我也只能是无奈宣布尸体找不到了。那生存了这么多天，尸体找不到那肯定不行啊兄弟们，所以咱们这个生存第一次回档好吧。连续2-3天基本上来说都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铜锤的耐久却一天比一天的低。就这样我又制作了一把铜锤，而且在第2天清晨我又遭遇了僵尸堵门。昨天夜里找到了这处庇护所，说实话有点低了，僵尸从我的头顶挖了下来，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下来之后给我当头一棒，直接把我的血量干掉了半颗星。还好我现在的经验等级是6级，血量是4颗星，这如果没有升级的话，我这波又急了兄弟们。稍微缓和了一下血量，我也是来到了悬崖之上。你们不要多想啊，我不是跳崖呀兄弟们，我只是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处铜矿。之前呢我玩麦特生存啊，如果发现悬崖之上的矿物，我要么从底下搭上来，要么从上面挖下去。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此方法只适用于麦特打破一切，就类似于我们的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你看2个方块随便一搬，咱们不就过来了吗？这次呢也不太给力啊，只挖到了4块铜矿。继续寻找，在这里我又发现了一处铜矿，这次还不错，我一共挖到了5块铜矿。如此一来的话，铜矿的数量就有点多了。于是乎我把我的水袋给它升级了一下，从皮革水袋升级到为铜水袋。时至今日，距离我的第1次血月呢也仅剩几天的时间。目前呢我已经拥有了3个背包，我决定再把背包给它升级一下。背包内放着东西升级的话我不太敢啊，我怕背包一升级的话，背包内的物品就没了，所以把物品先给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再给它升级。我现在一共有3个背包，3个背包都升级的话，我铜的数量其实也够，但是吧同样也会消耗我更多的铜锭。我这个铜锭我还觉得我还有点用啊，前期我可以制作一个铜针。当然了，也有粉丝建议我啊，铜针根本就不需要制作，你只需要做出大熔炉之后，然后给自己烧几件装备开始下矿。你放心吧，矿洞里的铁是非常多的，你直接可以制作铁针。对于以上2种铜的用法，你支持哪一种呢？ OK 了，背包也合成完毕了啊，我们直接达成了成就硬包。那么针对于第1次血月该如何过呢？其实现在我们打肯定是打不过，所以分解木头得到木板，用木板搭建一个平台，我们在空中搞一个空中小堡垒。第2天清晨，我本来是想去寻找一处风水宝地，但是没走几步我又发现了一处铜矿，怎么办？必须得挖呀。回家之后还是一样，给它分解，然后给它烧制一下，这样一来我背包内的矿物你们看就有多少了。这还有没烧完的，烧完的已经有33块了。 OK 了兄弟们，本期视频呢就是大量挖矿的一期视频啊。最后呢我再吟诗一首吧。高山地形矿物多，技术一哥来探索，水中遭遇大鱿鱼，致使一哥归了西。几天收获还不错，铜矿挖了30多，马上血月就来袭，建个碉堡来应敌。下期视频咱再见，血月当晚
吃大餐。上期视频真是倒霉，本来是想打个鱿鱼做个地图防止迷路，却不曾想我被鱿鱼拖下水，游也游不出来，最后小命没。不过好在这一路走来呢还算顺畅，铜矿呢挖了不少。只不过在有了大量的铜矿之后呢，我目前面临2个选择，那就是这么多的铜矿，我是制作一个铜针还是制作一身铜装备。上期视频我也是简单搞了一个投票啊，看来是制作装备的兄弟们支持我的比较多，那就废话不多说了，咱们就制作一身铜装备。只不过制作铜装备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熔炉，这次血月呢我肯定是穿不上了，目前呢已经是生存的第31天了，所以今天我务必必须一定要搭建一个空中小碉堡来应对血月。那就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在血月的时候建立一个空中小碉堡，理论上来说在哪里都可以建，只要你距离地面足够高，距离僵尸足够远，那么他们就拿你没有办法。但是我的初衷是找到我的出生点，然后在它附近建立一个空中小碉堡。就这样，我凭借我的记忆以及感觉开始往出生点赶。怎奈这高山地形啊确实妖娆，眼瞅着天就要黑了，明天就是血月了，如果再这么找下去的话，那我的碉堡肯定是建不完了。就这样，我就随便选了一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搭个方块我也能失误。我想飞得更高啊！我是谁我知道，但是我在哪我真不知道。我总不能血月马上就要来了，我还去找我自己的尸体吧？所以懂的都懂。OK 了，兄弟们，血月总算是到来了。目前我这个碉堡虽然小，但是非常的安全。你们别看我头顶上顶着一只变异大蜘蛛，这都是我花钱故意请的演员，主要是起到一个节目效果。那有的粉丝可能会问了，血月的时候电闪雷鸣，这样的话就不怕被雷劈吗？怕呀，我肯定怕呀，只是雷击的事件那都是有概率的。哎，等等。我去，这骷髅是要逆天吗？兄弟们，距离我50米还能用箭射我？本来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血月的整个全景，那这样的话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兄弟们，我也只能是来到生存的第33天。你还别说，花钱雇的蜘蛛，这节目效果还真是拉满。等到所有的僵尸、蜘蛛和小白全部烧没了之后，这次血月呢也宣布结束了。唯一幸存下来的也就仅仅是一只食尸鬼，问题不是很大，鼓棒拿出来直接给它敲死。血月过完了，那么接下来我的计划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大熔炉，然后就是制作一本古世地图，最好是能找到我的出生点，然后在我的出生点附近呢建立这个大熔炉。这只鱿鱼应该不会把我拖下水吧？一棒给它撂倒，我们直接获得墨囊。半路上我又遇到了锡矿，前期的话这个锡矿并没有用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给它带走吧。就这样，当天夜里啊，我也是没有找到非常好的庇护所，但是我感觉我这个庇护所其实也还可以。目前呢，距离天亮也就不过1分钟的时间，我就想着趁这会儿时间我再制作一把长矛。我是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如果你不看我这期视频的话，你可能永远都想象不到，这次的意外可真是让我太意外了。刚才这一波你或许没有看懂，如果你真的没有看懂，我建议反复观看。我躲在一个2格深1格高的空间内，一直着着火的僵尸从天而降的过程中，给了我一个大逼兜。当时我说实话，我确实也很懵，但是后期我一分析吧，我觉得呢也合情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僵尸着火从天而降，他肯定是知道底下有个人，只是当时我的具体位置他肯定不是很清楚。在下落的过程中，他用膀胱瞅了一眼，哎，这个人在这里，随后以极快的手速给了我一个大逼兜。所以我这波分析探索来探索去，这出生点呢我还是找不到，这天又下雨了，所以没办法，兄弟们啊，我决定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建造一个庇护所，然后明天早上雨一停，我们在它旁边建造一个大型熔炉，立马就做出咱们的统治装备。今天夜里首先要做的就是制作一本古世地图，这古世地图咱们就得到了。有了这个地图，如果在不翻车的情况下，我估计我应该是不会迷路了。既然决定要在这里安营扎寨，那这个箱子也必须得安排一下，毕竟我背包内以及我身上的东西太多了，必须要给它放一下。就这样，一个晚上很快就过了。第二天一早，天晴了，雨停了，兄弟们，那就废话不多说了，大型熔炉咱们直接安排上。首先我们需要用原石来搭建一个3×3的底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向上建2层，只是这里要注意中间一格千万不要放原石。同样呢，我们还要留出石头熔炉核心的位置。
OK 了，建完之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雏形。现在我们拿出核心，一定要记住啊，核心必须要最后放上，这时候我们就获得成就炉火纯青。现在我们放上一块煤炭，等炉子的温度升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制作装备了。装备的制作并不需要粘土啊，跟我们在工作台的合成方式是一样的。就这样，兄弟们，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最终呢，我也是穿上了这身屎黄色的铜制装备。那么视频最后呢，咱们还是像往常一样，让我来吟诗一首：32天雪月到，技术一哥建碉堡。这个碉堡真不错，蜘蛛也来头上坐。建造股市大地图，制作大型小熔炉，穿上屎黄铜战甲，准备探索矿洞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下期视频咱再说。上期视频我们生存32天，经历了第一次雪月，建造空中小碉堡，安全度过。可是就在雪月过后，我却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诡异的翻车，可谓是人在狗洞趴，僵尸天上刷，给我一个大逼兜，把我干懵了。不过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在如此艰难恶劣的条件下，我仍然合成了股市地图，同样也制作出了大型熔炉，最后也是成功穿上了我屎黄色的铜制装备。那么有了咱们的铜装备的加持，接下来我只需要说10个字儿，那就是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兄弟们，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首先呢，我需要准备更多的木头来制作木棍儿，然后就是接下来探索的目标吧。我主要还是想放在平原地形，主要是根据我多年北野生存的经验，平原地形的矿物还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就是平原地形的矿洞不是非常的妖娆，前期的话我们可以消耗更少的物资来获得更多的矿物。当然了，这也是确保我可以更少的翻车。这次出门探索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次我们的物资也必须要准备充分，再做一把铜制大锤。食物补给方面也要做到顿顿有肉吃。很快啊，我就找到了我认为可以探索的第一个矿洞。坑爹了这是！紧接着我又找到了第二处矿洞。哎，你还别说，兄弟们，这次的运气还真不错。我这还没开始探索，就发现了底下有大量的铜矿。还是那句话，挖矿之前先点亮矿洞。不是吧？连续探索2个矿洞，全都是假的。一共5块铜矿，咱们全部给它挖走。紧接着我一路平踏平原地形，可能真是我运气不太好啊，这平原地形一路走过来，一处矿洞都没有。无奈当天夜里直接回家，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的庇护所又被僵尸给挖了。这次的僵尸也是非常的聪明啊，他从我的后边挖，一晚上的时间挖了我这么多石头，而且还是一只僵尸。如果再多来几只的话，那我昨天晚上我的庇护所岂不是要被他掏空了？又发现了一处裸露的铜矿。紧接着我这运气也有点小小的爆棚，本来只想打个荧光蘑菇，没想到这一下给我掉了2个萤石。当我去水底下捡另一块萤石的时候，我发现水底下居然有铜矿，确实也是好起来了，老天爷都赏饭吃了。然而没走几步，我又发现了一处银矿。我去，兄弟们，今天可以啊，这心情简直是美真真。收获确实不错，而且在挖矿的路上呢，我还找到了3根线。这几天为什么不敢下太深的矿洞，只因为我没有这把弓。玩过打破一切的兄弟们肯定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用火把枪可以来插火把，现在火把枪取消了，我们用弓就可以来插火把，所以前期制作出一把弓来探索一些很深的矿洞，那是必不可少。眼瞅着天快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矿洞来度过今天晚上。好家伙，这开局就是王炸呀！本想进去探索，没想到直接出来2只苦力怕，直接勾引出来，让他们玩爆炸。就这样，我也是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只是进来之后远比我想象中的恐怖。小小骷髅迈着性感5步，1步2步。这一晚上兄弟们真的是心惊肉跳啊！其实啊，僵尸蜘蛛苦力怕来的我都不可怕，只是刚才那个史莱姆我确实有点烦。幸好昨天晚上有这个鼓棒啊，不然的话我这把铜战锤和银战斧的耐久那得消耗多少啊！离开了刚才的矿洞，又发现了一处裸露的铜矿。这时我铜锤的耐久呢也不多了，抓紧分解一下铜矿，找到一处安全的庇护所，抓紧制作一把全新的大锤。裸露的铜矿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我这次出来收集的铜矿都可以制作一个铜针了。这一路走过来，假矿洞实在是太多了。为什么说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这不妖娆不险恶的矿洞，它指定是没有东西呀。你看吧，又探索了一个矿洞，仍然是这样。不过这个矿洞还算比较不错啊，在最后时刻给我来了几处银矿。眼瞅铜锤的耐久又见底了，无奈只能再制作一把。
直到我遇到这个矿洞，我真心感觉兄弟们一切都好起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这个矿洞内第一次在这个生存里找到了铁矿，当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荡漾，我想立马下去把这铁矿给它拿上。于是乎我下来，我才发现这个矿洞好像有点不一样。往前走几步，你们看它这个造型，头顶上还有一个大矿洞。根据我多年麦特生存的经验，反正我是比较烦这种矿洞的，所以我当时决定啊，先不探索了，先把3块铁矿给它挖走。挖完第1块铁矿，我就获得成就矿工的目标。很快啊，我就挖掉了第2块。然而在我挖第3块的时候，整个矿洞好像变得忽然燥热了起来。先是跳下来一只骷髅，对付骷髅是最容易的，大铜锤一锤撂倒。可是最烦的就是他们成群结队没完没了，又来一只，我继续给他撂倒。就这样，第3块铁矿我也是收入囊中。铁矿挖完了，显然我不想放弃眼前的这个矿洞，于是乎我切换弓箭，我准备继续探索。此时注意我头顶的蜘蛛，它多少有点猥琐，我是真不想理会它，可是它在我的头顶，我多少是有点难过。然而就在此时来了一位大哥，熟悉的身影让我内心有一点忐忑，所以我二话没说，立马向后撤。可能就在此时此刻，我的大哥认出了我，站在原地徘徊，好像是在思索。就这样，我与亡魂大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刚开始的时候，我俩打的还是有来有回，你一拳我一掌。从目前来看，这个亡魂呢还是节节败退，直到这只僵尸把我脚底下的沙粒给我挖没。太残暴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简直不敢想象，所以我准备再战亡魂，为我挽回形势，妖娆矿洞之险恶。为了3块铁，我也是拼了。本期视频呢也差不多了。至于这个矿洞内部到底还隐藏着什么，下期视频我们再说。上期视频我们穿上了铜制装备，开始探索矿洞。为了寻得一个我能够把握住的矿洞，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矿洞。正所谓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我也是在这里发现了我在这个生存中的第1处铁矿。当然了，也是在这里，我与我的好大哥亡魂再次相遇。多年不见，甚是想念。亡魂大哥依旧是心狠手辣，3下2下把我拿下。但是我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决定继续与他硬刚。亡魂还是像往常一样，1秒破石头，把我吓够呛。大事不好，撒腿就跑，直到跑到这里，跑也跑不了，只能是拎起铜锤不断反抗。亡魂就此倒地，宣布一应两两。那么这个如此妖娆、如此险恶的矿洞内部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那么接下来咱们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由于这个矿洞前期我们并没有给它全部点亮，只因为向前一步头顶方向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上不去，所以它现在在不断的给我刷怪，锤死一个又来一个，锤死一个又来2个，剩下最后1块铁矿我就挖不了，就很难受。你们看吧，什么叫没完没了？这就叫没完没了。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的银战斧和我的铜铁锤耐久问题，它肯定是个问题呀。这时候，直播间的粉丝就劝我：技术一哥，你听我一句劝，这个矿洞你把握不住。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所以我准备打完这一波僵尸，挖完铁矿我就撤。就这样，我打了732只僵尸之后，总算是天下太平了。只是万万没想到，铁矿马上挖完了，这个小白又来了。从天而降小僵尸想要半路把我吃，他不会认为我手中的大锤是吃素的吧？仍然是3下5除2，咱们直接拿下。没想到刚下来又一只拿着大棒的小白，紧接着身后又出现一只小白，甚至还有一只库里帕。此时的我挨了多少剑了，我已然不知道了，但是我的装备好像快爆了，鞋子的耐久已然见底，裤子也差不多了。只是现在令我非常无奈的是，外面的天还是黑的，我是想走也走不了，只能是继续在矿洞待着，与这帮怪来回周旋。那么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跟对象一起看。新的一年，你该不会还想一个人吧？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厮杀，兄弟们再看我这个武器的耐久，现在我多么渴望拥有一个铜针，给我2把铜锤修复一下。所以我决定咱们先回家，然后盘点一下家中的物资，看看能不能制作出一个铜针。这一路上我也真是不容易，半路遭遇瓢盆大雨，回家的脚步我仍然没有停下啊！在傍晚时分已经是看不见了，兄弟们总算是回到了我的庇护所。简单盘点了一下物资，制作铜针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没办法呀，兄弟们，铜矿的消耗简直是太多了，不是挖矿消耗的快，主要是打怪打的太多。
今天早上呢，我也是随便砍棵树，偶尔发现我家这上面还有一个大矿洞。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咱们简单看一下，兄弟们，我只能说是深不见底。家门口就有如此大的矿洞，我之前居然没有发现。这么大的矿洞，咱就说兄弟们，里面的矿应该不少吧？那还废什么话呀？直接进来瞧一瞧，看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这个矿洞呢，确实是大，我也大概放了得有20多根火把，最后简直是把我气吐血。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个洞，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大矿洞，这里面除了黑咕隆咚啥都没有，那就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于是我转战另外一个矿洞，这个矿洞也是个假矿洞，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铜矿，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有收获就可以。僵尸不是每天晚上都在挖我这个庇护所吗？我本来是想换个地方，但是我又一想吧，现在有了武器了，其实我也不怕僵尸了，索性咱们往上再打一层。给我的庇护所呢又加了一个小阁楼，后期呢我就直接准备建到石头大别墅，家周围的动物很多，简单打一点。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再次出征。这次出征，我的运气真就叫一个好，裸露的铜矿全部拿下。银矿也给他收入囊中，又是一处裸露的铜矿。铜矿旁边发现了这样一个矿洞，一直不断往下。本来以为总算是遇到大矿洞了，没想到又是个假矿洞。不过没有事儿，兄弟们，我又发现了一处裸露的铜矿。今天这个运气跟往常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的铜针这不就制作出来了吗？又找到了一个看似妖娆险恶的矿洞。好，哇，他一直在消耗我。这还有个3头苦力怕，让它可以炸。再等等吧，这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铜矿。今天的铜矿可能真是泛滥了，一处接着一处。虽然我探索了几个矿洞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今天铜矿泛滥，我制作出了铜针，也算是历史性的进步吧。视频最后呢，我简单总结一下：妖娆矿洞勇杀敌，技术一哥真牛批，房屋加盖小阁楼，矿洞探索不咋地。还好今天运气好，裸露铜矿没少找，解决一哥的烦恼，合成铜针，好。兄弟们，有了铜针，我可就真不怕了，打多少僵尸我也不怕，我的铜锤爆了。下期视频咱们争取变成铁质大麻花。上期视频我们还是以探索为主，虽然在矿洞内并没有发现多少矿物，但是我找到的裸露铜矿确实不少。最后我也是在某一天的夜里，然后合成了铜针。铜针的合成算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不仅是我的武器，我的装备也可以好好修复一下了。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探索矿洞，争取今天挖到更多的铁矿。那就废话不多说，干饭时间到。先砍点木头为下矿洞做好准备，再搞点煤炭，一定要保证火把充足。开始探索矿洞，但是我找到的这个矿洞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理想，差了好多根火把，也是一个假矿洞。不过好在它有一处银矿，一共4块，全部给它拿下。平原地形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矿洞，我感觉应该还可以，二话不说跳下来直接开搞。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走了一会儿，尼玛，问题不是很大。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这边还有一条道。刚要准备下去，有只骷髅守在前方。呦，这小白要射我就不太好办了啊！所以这一波我只能是智慧截流了，兄弟们啊！利用我的智慧给他截一波流，俗称叫智慧截流。来呀，宝贝！对呀，来呀！我现在大锤子，我都不怕了。来嘛，宝贝，来！感受一下一哥的关爱，好吧？胸怀天下，来！哦，这个小矿洞果然是很妖娆啊，兄弟们！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看我一个一个！哇，哼哼哇哇是什么鬼啊？进来这个矿洞，我就感觉这里肯定不简单。兄弟们，稍微一探索，果不其然啊，这个矿洞不仅妖娆，而且险恶。幸好这一步我做出了铜针啊，不然的话，就根据这个刷怪量，我估计我有5把铜锤，那也不够用啊。现在我就可以肆无忌惮打僵尸，还能给我涨经验。不是，怎么这么多呀？
面对如此疯狂的僵尸，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僵尸来了，那亡魂有可能也会来，所以我准备在这个地方挖个洞，主要是用来应对亡魂。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到底打了几波僵尸了。总之，你们看我的经验等级吧，我自身的经验等级就这一波也是来到了27级。周边的一个小分支我也给它点亮了，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矿物。紧接着，很快啊，我就等来了我大哥。哎呀，说曹操曹操到，我这个设计的小机关，看到了吧，兄弟们，就是为他准备的，来吧 ，Come on， 我的小宝贝。解决掉了亡魂，我们继续向下探索。感觉这只亡魂呢，就像是头领一样。拿下了亡魂之后，这里好像刷的怪也没有那么多了。总算是在这个位置发现了这个矿洞内的第一处铁矿。先不要着急挖，我们还是先把周围给它点亮。差不多了，看看这处铁矿我们能够挖到几块。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一次性挖到了10块铁矿。然后紧接着，在我的头顶处，我又发现了一处铜矿。铁矿是铁矿还是铜矿？铜矿。在另外一条分支，我又发现了一处铜矿。先不着急挖，咱们还是继续向下探索。铁矿。感觉在这个矿洞好像也没怎么探索，但是一不小心就到了岩浆层。完美。首次发现青金石。挖完青金石，我就准备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的正前方，我又发现了一处铁矿。哇！看来今天真的能实现铁矿自由了。花哥，你为什么不做铁镐？因为我善。在这里，关于粉丝的提问，我得说一句啊，因为咱们烧矿的话，还是要用到大型熔炉，所以当前状态下是无法合成铁镐的。就这样，我前前后后一口气怒挖20块铁矿。哎，等等，少说了一块，一共是21块才对。了，这一波又挖了11个铁矿。挖完铁矿之后，我就准备撤，可是，在撤离的途中，我怎么看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残暴了！尊敬的弹幕老师们，刚才亡魂这波操作满分10分，你们给他打几分呢？这小子我也是服了啊，不敢跟我正面刚，他只会搞偷袭。最后呢，为今天的成果，我来吟诗一首：矿洞妖娆又险恶，一个从来没爬过，僵尸数量真是多，铁矿收获也不错。最后准备撤离走，亡魂背后偷袭我，本是完美的探索，最后凉凉送给我。这个矿洞还很大，下期视频再说吧。上期视频我探索了一座超级大的矿洞，这里面的怪真的是非常的多。但是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我在这里也挖到了相当多的铁矿，大概有21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最后时刻我准备撤离之时，我操！天空是蔚蓝色，窗外又牵着河。亡魂背后偷袭，我也没有办法。像他这种下三滥手段真的是太 low 了。还有几天，马上就要迎来我在这个生存中的第2次血月，所以我准备血月来临之前把这个矿洞给他拿下。听到僵尸的嘶吼，这很明显旁边还有一个矿洞，听声音感觉像是在头上，感觉是在我右边叫的。哦，在这里。我说感觉不太对呀，不像是在我那个。好家伙，从僵尸的数量来看，这里连接的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矿洞。先把这波僵尸给它处理掉，经验等级马上就30级了。点根火把看一下，上方矿洞确实挺大。进来之后，我们先用石头把这里堵一下。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矿洞往上走，矿物应该少，所以我们沿着这里往下走。这有铁矿，来桶水直接给它浇上。我也没有煤炭了。哦。哦，哦，这都这么强吗？你们看，这个地方还连接着一处矿洞，这个矿洞绝对是非常之妖娆。不信的话，你们跟着我来看。哦，果然是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哇，这个地形兄弟们简直是绝了！不是你从哪里上来的，哥们儿？这个地方确实太妖娆了，怪物无处不在。我在这里挖到了大量的银矿。
现在我们再往里面走一走，岩浆很多，有可能刷出火元素。但是我左上角的黄金矿我是必须要挖走，所以这些岩浆绝不能留，兄弟们，一桶水直接给它浇成黑曜石。这个我说实话也有点吓人啊。还可以，这一波一共挖了5块黄金矿。挖完了黄金矿，你们注意我背包内的火把，现在只剩4个。本来是想立马打道回府，但是粉丝喊住了我，让我留步。眼前这个矿叫碳晶，新版本内刚刚加入的。我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有一把铁镐，然后加入一个碳晶，在冶炼炉里烧一下，就可以得到一把高碳钢镐。那可能有的粉丝又问了，这把镐子有什么用啊？这把镐子还真是有点用，它会连锁采集。你没有听错，在麦特生存里玩连锁采集。最后一支火把给它点亮。在这里我又发现了铁矿，我觉得这一波回家制作一个铁针都不成问题了。除此之外，我在这里又发现了一处铁矿。OK 了，这次真得回家了。回到庇护所之后，刚好是生存的第60天。兄弟们，扣6吧，总算是有铁了。有了铁矿，第一件事先把背包给它升级一下，然后就是咱们的水袋，水袋也给它升级一下。当然了，铁战锤必须也要安排上了。其实我这些铁呢，做个铁针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吧，还是升级一下基础装备吧。就这样，很快就来到了生存的第63天。明天就是血月，但是今天却下起了大雨。同样，这次的血月呢，我们还是没有实力与怪物硬刚，依然是要建造一个空中小碉堡。还好老天有眼，这大雨呢总算是停下了。OK， 空中碉堡建造完毕，明天我们静待血月来袭。这次的血月也是非常的安全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给大家展示了吧。我们的老演员蜘蛛也是重操旧业。最后，当我视角一切换，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眼前的平原居然刷新了这么多的怪。第2次血月过完，又是一次全新的开始。我们先制作一个冶炼炉，然后制作一把高碳钢的镐子。打开冶炼炉，放进煤炭，放进铁镐，然后再放入碳晶。高碳钢镐很快就诞生了。同样，我们也获得成就高碳钢合金。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去下矿洞，然后挖到更多的铁矿来制作一个铁针，不然的话，我这把高碳钢镐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最后，请兄弟们吃根辣条吧，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上期视频我们经历了第2次血月，然后在矿洞挖到了碳晶以及铁矿，我回家合成了一把高碳钢镐，简单修理一下武器装备。今天主打还是要探索矿洞，争取做出一个铁针。那么咱们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出发出发！这次我准备还是，然后前方还有一处铁矿。哦，小白。哦，我拿错武器了，不好意思。那就先把铁矿给它挖掉。只是在我挖铁矿期间，我是真不明白啊，这帮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食尸鬼那是没完没了，一只食尸鬼我可以轻松搞定，可是这2只食尸鬼它成群结队，我就有点难搞。一不小心还被他锤了一下，这一锤，好家伙，把我堵在角落里一顿摩擦呀！还好我技高一筹，成功拿下。此时我的经验等级呢也来到了35级。又是4块铁，目前为止挖了1、2、3、4， 23块铜。11块银，然后8块铁，不是很多，兄弟们。这个矿洞如此妖娆可怕吗？确实可怕，因为接下来全是大火。首先，我先在这里挖了一点铁矿。当我挖第2块铁矿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我去，这个声音不会是胖子僵尸吧？于是我准备寻找一下。哇 ！Oh my god！这不完了吗，兄弟们？胖子僵尸堵住了我的去路，目前只剩下我脚底下这个狗洞可以走了。干就完了，兄弟们，咱们直接下来。下来之后，先是看到了一只小蜘蛛，这蜘蛛对于我来说啊，我还是手拿把掐的。然而就在这时，我一回头，哇！好家伙，土元素！回头就跑，准备利用楼梯地形来反卡他一下，不曾想还被一只小僵尸堵路了。不过很快啊，我就解决掉了这只僵尸，然后转身准备卡一波土元素。伤害这么高！还有个隐身者，哇，差点给我秒了！抓点紧，先回到我这个小庇护所来回血。我去，太残暴了！铜头盔直接干到2的耐久。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的铜针的耐久也不多了，修复整套装备肯定是不行。简单恢复了一下血量，其实也没有恢复多少。我就听着这旁边的僵尸为啥一直在叫？好家伙！我去，什么鬼？亡魂在挖石头，好像后边还跟着几只僵尸，这我必须要给他来一波修脚打法。还好这次的亡魂呢，我总感觉比较呆，不过呢，最后他还是破开了2块石头，但是还是被我一斧敲倒。哥们儿，我差点被你背刺了，哥们儿！亡魂都祭了，还剩2只僵尸，我压根儿就没放在身上，兄弟们。可是就是因为我一时马虎。哇！
太残暴了，简直是离了大谱。复活之后，我继续挑战小亡魂。嘚瑟，多少个僵尸在这挖我这个地方？还有一只，别着急，这次我直接趴下给他拿下。你看看地上的石头，你就知道他们在这挖了多长时间了。一下捡了这么多石头，我的背包也满了。那不行啊，那得简单整理整理啊。于是乎，我站在原地开始整理背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兄弟们，你敢相信吗？哎！咯！你就上不来，我就这么跟你说，你就上不来。就这样，我又重复了一下刚才的剧情。这次打完亡魂之后，我没有在原地停留啊，我直接拿出我的弓，然后我们继续探索。别慌。以为又要吃席了，只是你们没有想到吧，把他打退了。但是退是暂时的，没想到他又追来了，然后他又倒下了。不是你是个啥呀你跟我俩在这儿，相位蜘蛛。坏了！啊！死了吗？说实话，这一波我也不知道他死没死，反正是没有动静呢。那这样的话，咱们就继续探索啊，越探索越深，已经看到了岩浆了。刚才那个地方插根火把，这里再插一根火把，头顶还有铁矿。魂魂！我勒个骚杠，兄弟们，这魂魂是真多呀！就这样，我撒腿就跑，然后我就跑到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啊。我在这里放了几块石头，我准备做一个暂时的小防御。只是一回头，我懵了。不是我这在哪里啊？很显然，我有点迷路了。我总以为这个地方是我之前点亮过火把的地方。既然没点亮，那就给它点亮一下子吧。我靠，这是哪里啊？哎，别炸！吓老子一跳！我怎么说呢？简简单单吟诗一首吧。天黑来到大矿洞，这里湿气有点重，僵尸小白苦力怕，相位蜘蛛也来了。最可恨的是亡魂，三番两次把我杀，我的心态也崩了，想做铁针。下期吧。上期视频我们外出探索，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矿洞。至于这个矿洞，我真的是不想多说。总而言之，一句话，被我的亡魂爸爸来回拉擦。哎，哥！直接怼我脸上，将斧头塞进我的大嘴里。兄弟们，说实话，当时我确实有点无能为力。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废话要多说，赶饭时间到。上期视频之所以被亡魂疯狂拿捏，这处青金石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哎，你看吧，一挖这处青金石，它就必然会刷怪。听哥一句劝，这矿洞我把握不住。哎呀开局又是王炸，兄弟们，就差一颗心，又差一丢丢就翻车了。此时此刻，我说句实话，这个地方我已经是不敢再待了。这时候如果来只小白，都可以一箭射爆我。所以这时候咱们回到之前的庇护所。回到庇护所之后的我，本以为在这里待着肯定就是安全了，100%安全呀。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兄弟们，翻车立马来到。当时我就随便吃了一块牛排，然后在原地不断徘徊。此时亡魂来到，没想到他想跟我说声拜拜。啊！OK 了，兄弟们，复活之后呢，刚好卡在这个节点上，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是不断挥舞手中的银战斧。可是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此时的亡魂怎么会如此厉害？不是，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挖掉最后2块石头，我感觉亡魂也就用了0.1秒的时间吧。这一波也是成功激起了我的挑战欲望，我还就真不信了。来，在同一个地方，我技术一个能跌倒2次。看我的手指头，你们应该也知道，我根本就不信，好吧？我跌倒2次。这矿洞我承认了，我把握不住，好吧？你好，不是，哥们儿，我
人在狗洞趴，亡魂脸上刷。我若再不跑，恐怕又急了。此时我用膀胱瞅了一眼，兄弟们，我确实是有点激动了。刚才我喊的啥，我自己都听不清了。不过这次呢，我的运气也还不错啊。这一波亡魂没有追上来，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直接一颗大石头给他堵住。如此一来，这个矿洞我是真不敢回去了。血量只剩1颗半，跟谁打我都完蛋。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找到来时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现在的安全。Later。哎呦，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呀！此时此刻，我好像也不得不承认啊，这个矿洞我确实是有点把握不住。挖点煤，咱们先回我们的庇护所。途经一处小矿洞，这个矿洞我感觉看上去有戏，果不其然，进来之后发现一处铜矿。不是很多，只有3块。紧接着我又看了一下底下这个矿洞啊，总感觉这个矿洞也是非常的妖娆啊。后期有时间咱们过来探索一下。OK， 就这样，经过了2天2夜的奔跑，兄弟们总算是回到了我们的庇护所，看一下这次的收获啊。收获呢其实还不错，但是呢这次我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的惨重。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先把铜矿给它分解一下，本意是再制作一个全新的铜针。但是吧，我一看我家的箱子内好像铁锭也还不少，22块铁锭，再加上我这次挖的铁矿，好像也可以制作一个铁针啊。该说不说，这一波真是万万没有想到。OK，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还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铁锤来分解铁矿，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铁锭。就这样，经过了2天2夜的分解与合成，兄弟们，现在咱就废话不多说了啊，铁针就得到了。OK 了，兄弟们，就这一波，咱们能不能把弹幕打在666上？有了铁针，我们抓紧把武器装备给它修复一下。那么到这一步，我就不得不说一下上期视频有的小伙伴给我提的建议，他建议我制作一身银铜套装，这样的话可以减伤10%。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用铜装备加银锭就可以合成，实际上根本不是，我们需要用银装备加铜锭才能合成。想了一想，兄弟们啊，我家中的银确实挺多，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制作一身银铜套装。至于过程嘛，我就不展示了，兄弟们，全部装备都需要在大熔炉里来合成，最后再通过冶炼炉来合成银铜装备。刚开始我还以为1块铜锭跟1条银裤腿就可以合成银铜装备，没想到不是不知道一试吓一跳，不是我的铜锭太多了，而是我的铜锭太少了，合成1条银护腿居然需要我6块铜锭。我去，兄弟们，我同时也获得了成就啊，银铜合金。好家伙，一条裤子需要7个银6个铜，这一套装备下来确实是有点费呀。不过这身装备穿上之后感觉还是有点小帅的。那么 OK 了，兄弟们，视频最后呢，我来吟诗一首。亡魂发起猛烈进攻，技术一哥怂得像葱，几次挑战全部战败，最后只能逃离矿洞，晃晃悠悠回到家中，做出铁针一击金铜。今日一战简直完蛋，下期视频咱们再见。上期视频我趴在狗洞再次遭遇了亡魂的铁脸杀，当时我还纳闷为什么亡魂可以秒破2块石头啊！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的功课做得不够仔细。0.7 版本困难版的打破一切，不是你只要盯着亡魂的眼睛，那么亡魂就会进入狂暴模式，狂暴模式为3秒，它会无冷却的破坏石头，这也就是亡魂为什么会秒杀我的原因。没办法，为自己的无知买单吧。但是我们上期视频还是有所收获的。首先，我先制作了一个铁针，然后还制作了一身拥有10%减伤的银铜合金装备，穿上之后也是非常的帅气逼人。OK，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将穿上我的全新装备，继续探索矿洞。在即将开始的探索中，我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怪物呢？那咱们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这次出发之前呢，我准备做一些准备啊。首先，家中的食物没有多少了，再一个就是有粉丝提醒我，技术一哥，你为什么不做大红灯笼？哎呦我去，兄弟们，真的是好久不玩打破一切了，我把大红灯笼都忘记了。所以这次下网之前，我们先准备一点食物，然后尽量多的准备一些羊毛，制作一些大红灯笼。在收集食物的同时呢，我还发现了热带雨林，搞了几根竹子，制作了一个斗笠。这样的话，戴在头上，下雨天出门我们也不怕了。兄弟们看，现在这个矿洞，我感觉这个矿洞应该是比较妖娆，平原地形的矿洞也在我家门口周围。一时兴起，我觉得我有必要来探索一下。我的妈！射箭射在了蝙蝠身上，这小蝙蝠直接扑入我的怀中。还好我提前准备了水桶啊，这一波也算是有惊无险。3把镐子，哎呦！大棒小白。哦，哪里射的我？哇塞，太妖娆了，兄弟们，这怎么可以这么妖娆啊？真的，我一试我都不知道往哪走了。已经放了很多火把了，目前这个矿洞呢还是没有点亮，瞬间就感觉火把不够用了。于是我来到上游位置开始挖煤炭，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一次遇到了灰色史莱姆。哎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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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还好我跑得快，不然的话肯定被他腐蚀而死。哇，铁矿，帅，就喜欢这样的矿洞。不会还有吧？没了。挖完铁矿，我继续向下探索。在这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了在这个生存中的恶魔蜘蛛。哟，哦呦！还好我技高一筹，问题并不是很大。那眼前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形呢？是一个内在式的大峡谷，并不是露天大峡谷，但是它的两边呢有很多矿洞，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刷新出非常多的怪从头顶落下来。在这里，我也是看到了一处金矿，那就先把金矿给它挖掉。喂！刚说完僵尸打不到我，我去！有走！哦哟，我魂哥来了！魂哥来了，我也不怕。来，等等，他能挖石头。哎，就这，相位蜘蛛。哦！哇，亡魂加大胖！我去，这个组合超级强！哇，这个地方不应该啊，兄弟们，没有矿啊！魂啊！没那个实力的别嘚瑟了，好吧？这个地方真是奇葩，探索了半天，目前为止就发现了2处铁矿，关键是矿不多，怪不少。你真当自己是个狗嘚儿的？你们看这一波，1只相位蜘蛛，2只食尸鬼，然后身后又来了一个小白，4只小怪围殴我。你看我的血量，兄弟们，几乎可以说是不怎么掉啊。所以说这身银铜装备那是真不错呀。还没死。即便是面对恶魔蜘蛛把我粘在蜘蛛网上，还用3味真火烧我，那我也是丝毫不慌。同时，牛逼！哇，刷怪龙，扣6，兄弟们，胡萝卜来了！我去，铁矿、金矿、刷怪龙！兄弟们，这一波不得不说啊，确实是被我掏着了。哇塞，666！胡萝卜，洋葱、土豆，没有胡萝卜。时运，哎，给本时运的附魔书也可以，一口气把所有的铁矿、金矿全部挖走。哇！没想到在这里还有惊喜，兄弟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挖这处铁矿稍微有点费劲，旁边的僵尸在不断骚扰。火元素，最主要的是这个火元素我现在没法对付啊！尝试浇了几桶水，感觉对他的伤害是微乎其微呀。索性咱们不跟他斗了，等他刷新了之后，咱们再回来。那趁这个间隙呢，咱们先回到咱们的庇护所。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家庇护所居然被僵尸掏了一个大窟窿，简直是逆天，我真是服了。好吧，咱们先把咱们的大红灯笼给它合成一下，然后再搞2个 TNT， 我准备搬个家。TNT 炸石头，咱们也能收集一点，到时候建一个石头大别墅。折腾了大概40多分钟吧，我的家终于是搬迁完成了，兄弟们，在我以前庇护所的对面。那这样的话，咱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吧。再次探索平原矿洞，技术一哥犹如神助，亡魂僵尸、恶魔蜘蛛通通拿下，非常轻松，平平安安回到家中，金矿铁矿收获颇丰。下期视频我准备去高山地形的矿洞，争取挖到绿宝石，做出绿宝石附魔台，然后征战地下世界。上期视频我们在平原地形探索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矿洞，并且我在这个矿洞内第一次发现了刷怪龙。这次探索矿洞我的表现还不错，也算是比较神勇，虽然这中间有一点点的小插曲，但是问题并不是很大。我操！哥！你个，我还叫你哥，我通银装备。
经过了几番激烈的战斗，我也是成功回到我的庇护所，但是我的家却被僵尸给挖了个大洞。此时此刻，我也不得不再次搬家。那么接下来我准备搞一下附魔台，既然要搞附魔台，那肯定得有绿宝石。绿宝石去哪挖？高山地形的矿洞。所以今天咱们探索高山地形的矿洞。OK， 那废话要多说，晚饭时间到。在去往高山地形矿洞之前，我还得再来一趟平原地形的矿洞，因为在这里我还有几块铁矿，上次没有挖到。很快啊，我就来到了铁矿的位置。脚底又刷新了好多只僵尸，我豁出去了，兄弟们，跟随技术一哥的脚步，让我们勇敢一次吧！哈哈，不用勇敢了，这帮傻子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本想下去与僵尸刚一波，没想到省事儿了。下来之后，我还在头顶位置发现了金矿，顺便挖了一点红石。除此之外，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了硬石矿、银矿。小白的，去试。哎呦，还有个小白的，还有个小白的，我去，3个小白的。哎呦我去！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了金矿。其实这个矿洞如果再探索的话，还能探索，但是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这个矿洞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去往高山地形的矿洞。回到庇护所之后，第一件事我就是制作了一个矿工帽。要想使用矿工帽，我们必须给它充电，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做出电池。一块电池好像还不够，这个耐久也实在太低了，那就一次性给它搞2个电池。OK， 现在我得说一下我为什么非要做一个矿工帽。这次我探索高山地形的矿洞，我是有一个计划的，那就是绝不拖泥带水。戴上矿工帽，我们一路就往矿洞的最底层冲，找到绿宝石那就是分分钟。你们看啊，这次的矿工帽呢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光源这方面变得非常的灵动，而且也非常的清楚。OK 了，既然有这么清楚的光源，兄弟们，这个矿洞我不冲一波都对不起观众啊，兄弟们。所以说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向下冲，好吧？音乐走起！虽然这一波是快速寻找绿宝石，但是咱们也要记一下来时的路。找到绿宝石回不了家，那也白扯。哦，小白不可怕，就怕小白缩头挂，背后一剑直接把我推入地下。然而就是这一下，直接让我付出惨痛的代价。我操！哇！绝地求生！后来我又尝试了一次，这次呢还算是比较顺利，只是我的运气有点不太好。哦，哥！落地就遇胖子僵尸，还好这个胖子僵尸被水给卡住了。当时呢我也没有多想，直接就往下走。只是目前我的这个血量确实是让人有点着急呀。为了恢复我的血量，只能是在这里苟一波。可是我在这里苟的时间越长，怪物就越多，不能坐以待毙，总要主动出击。啊！我去！就这一下，我感觉我真扛不住了。不是，这太逆天了吧！关键时刻又来相位蜘蛛。相位蜘蛛！又来了！完了！以我的自身经历告诉大家，我这种方法可能有点行不通。要想获得绿宝石，也并不是轻轻松松。那既然这样的话，索性我们就不制作附魔台了。我们回家直接合成一套高碳钢装备，可以减伤20%。我们直接去往地下世界。一个核心烧矿实在是太慢了，于是我又增加了一个石头核心。这样的话，双管齐下，威力巨大。合成高碳钢装备之前，我先制作了一个干锅，将干锅放在岩浆上，然后再在干锅内放入一块完整的金矿。待金矿融化之后，我们就可以拿着苹果来制作金苹果。这波操作不得不说太合理了。有了金苹果，再穿上我们的高碳钢装备，我相信我探索地下世界那肯定是出类拔萃。只是今天探索那肯定是没有时间了，只能是下期视频再去前往地下世界了。上期视频我们为了获得绿宝石制作了一顶矿工帽，它这个成就就很有意思。哇，钻出了一个光头。紧接着我就凭借我高超的技术来到矿洞，准备白嫖一波绿宝石。什么鬼？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矿洞之妖娆，矿洞之险恶。即便是我拥有3头6臂来到这妖娆的矿洞，我也得跪在这。我操！哇！绝地
手。后期我又制作了一身高碳钢装备，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穿上高碳钢装备之后，我们激活地下世界传送门，什么狗屁伏魔台不管了，直接前往地下世界。OK， 那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在制作高碳钢装备之前，我其实面临着一个2选1的选择，那就是制作一个铁针或者是一身铁装备合成高碳钢。最终在粉丝的建议下，还是合成的高碳钢装备。那么现在我又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铁针的耐久已经不多了，所以这次去往地下世界，我们首先要获得更多的铁。那么除此之外，兄弟们再看我这把高碳钢镐，要不说我真是个大傻大聪明呀！上次在刷怪龙，我找到了一本10月2的附魔书，挖了这么多的矿，我为啥没把它给砸上？真的，当时找到附魔书砸上的那一刻，我天都塌了。如果找到附魔书，回家第一件事我立马给它砸上，那我现在的铁矿数量至少得翻1倍，我就不用再为铁针和高碳钢装备来回选择而忧愁了。好吧，现在说多了都是眼泪啊！你们再看我这个庇护所，兄弟们又被僵尸给挖透了。早知如此，我就不用浪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搬家了。很快啊，我就来到了矿洞。这次我选择建地下世界传送门的位置就在我这次平原地形探索的这个矿洞。在这里要想做到长期发展，光源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制作的红灯笼给它把这个矿洞必经之路给它点亮。OK 了，兄弟们，必经之路上全部点上了大红灯笼。现在我们再把周围的岩浆给它熄灭一下，否则的话会一直刷新火元素。现在我们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开始找基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这火元素还真就背后偷袭我。不过现在我们不需要怕了，我们也有了附魔武器的，这点岩浆也给它熄灭，再放上一个大红灯笼。然而这次寻找基岩，没想到我的运气如此之好，找个地方随便一挖，我还挖到了稀有矿石，脚底下还发现了铁矿。这个矿叫攻矿，据说砸到武器上可以增加 0.1 的攻击伤害。有了时运镐，那也真是非常好。这次挖铁矿居然挖到了14块，你敢信？我这回家一合计，嘿，你还别说，兄弟们，刚好又能制作一个全新的铁针，那还等啥呀，兄弟们？全新铁针直接给它安排上。与此同时，我也即将要迎来我的第3次血月，那就先过血月，然后我们再去地下世界。只是谁能想到，这次的血月我差点就出了意外。生存第95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躺在了床上，没想到第96天一睁眼，我就获得了一个成就，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说实话，当时我很纳闷，我还多少有点惆怅，这个场景难道不是在晚上才会出现吗？我操！怪物白天就发生了变异，而我现在还在庇护所呆若木鸡。如果还继续这样下去，那我的庇护所肯定会变成废墟。那现在我必须要抓紧前往我的空中小碉堡了，吃上一块阿尔卑斯小牛排，再喝上一口草莓味的纯净水。废话不多说了 ，BGM 直接走起，冲吧，兄弟们！奥利给，干呀，兄弟们！这一路跑过来还算顺利，在空中小碉堡附近遇到了一个变异苦力怕，穿上全新的高碳钢装备，感觉这个苦力怕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那现在我们就静待血月过完吧。这次的血月确实跟往常不太一样，它的白天呢是变异怪物入侵，反而到了晚上变得跟之前的血月白天一样。只是这次我的天又塌了，从白天到晚上，如果我不变换视角，我还不知道我居然开了整整1个晚上的矿工帽。我这是去地下世界用的，这还没去地下世界，矿工帽的耐久又没了。这一波不得不说是没活硬整啊，兄弟们！气得我白天找2只小黑来出出气，这2只小黑也不给力，居然没有给我掉1颗梦魇珍珠。回到庇护所之后，先把矿工帽的耐久给它续一下，再看一下我们的营养值，做了2个 TNT 给它一炸，顺便收集点石头，准备建造我们的石头大别墅，放上最后一块黑曜石。元神启动地下世界传送门，来吧，兄弟们！又是一次全新的开始，又是一次历史性的时刻，获得成就，踏入无光墓地。让我看看这地下世界到底是怎么个事儿。成功进入地下世界，第一件事，我们是先插火把，然后找一条通往最底层的道路。没想到我传送门传送的这个位置啊，平台非常之大，在这里我点了很多火把，也发现了很多矿，金矿、铁矿，找准一个地方，我得准备往下走。我操！尼玛！本想来个大跳，没想到还没开始战斗就浪费了一个金苹果。这里他妈没有水啊！当我探索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形好像并不能满足我探索的需求，我下去就上不来了呀，兄弟们！最主要的是，这次我出门忘带黑曜石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决定先把平台上面的矿物给它挖一下，毕竟现在也缺铁矿嘛。在这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了古尸，好久不玩了啊，我都忘记古尸需要用锤子来打了，我还拿一把炸弹斧在这里噼里啪啦一顿干。不是吧？
个豆打不动。肯定打不动啊，因为我没用锤子呀。榴莲我又发现了一个全新生物。红眼掠夺者，兄弟们请教一下啊，这个家伙是在哪个版本中加入的？来看一下这个家伙的实力吧。由于这怪物太多呀，兄弟们，这次呢我也不得不狗一下，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叫我狗啊！嘿嘿，兄弟们，卑鄙的一格人，那简直是太卑鄙了。从这个红眼掠夺者的受伤程度来看，他们的实力好像也并不咋地。为了安全起见，脸上直接放块石头。来，就一格直接拿捏你来。有难度吗？请问？左边打完右边打，右边打完左边打。就这样，我在地下世界这一波也算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具体细节呢，我就不展示了。回到主世界是个晚上，回到庇护所不太可能啊。我在矿洞再简单探索一下，在这里又发现了铁矿，挖到矿脉了。然后你们还记得这个大峡谷吗？当时我没有探索，因为头顶的怪物实在是太多了。如今我们制作出了矿工帽，在这里呢也是如鱼得水。再一次挖到了金矿，同样也发现了铁矿，一共就挖到了这么多的铁矿，外加这么多的金矿。那到这里呢就 OK 了，兄弟们。下期视频呢我们继续探索地下世界。上期视频我们经历了第3次血月，虽然这次血月跟上次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成功化险为夷。紧接着我们开启了地下世界传送门，来到地下世界之后开始探索，但是这次前来呢显然有点仓促，准备的并不是很充分，所以在地下世界打了一波怪之后，然后挖了一些矿石，准备回到主世界拿上黑曜石继续探索地下世界。那本期视频的目标就很明确，找到古石烧板龙，获得远古金属。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找到密银我估计也是有可能的。那咱们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我去，兄弟们，今天一上色真的是啊，新年快乐呀，兄弟们！这个箱子都变成了带有福字的大箱子，预示着咱们2025年红红火火。去地下世界之前，我们先做一点简单的准备。首先就是要搞到大量的煤炭，然后顺路有这种甘蔗的，咱们也要收集一下，因为后期我们要制作伏魔台。遇到森林地形，我们也要探索一下，因为在这里我们会捡到苹果。就这样，经过几天的探索，这次的收获可谓是满满登登啊！回到家第一件事，先用熔炉把锡矿给它烧一下，制作电池，续命矿工帽。家里的物资越来越多，必须要制作一些箱子升级道具了。同样，这次我也是把我的水壶以及我的背包也都升级了。箱子升级道具只对单个箱子升级管用，同箱子增加了2排的储物空间。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直接前往地下世界。刚来地下世界，上次我来地下世界点了火把，现在全都灭了。应该这新版本做了改变。据粉丝所说，这次的地下世界的火把，只要你离开地下世界，你再回到地下世界，火把就会全灭。所以说，大红灯笼在这个生存中还是 YYDS 的。周围简单给它一点亮，我在这里发现了硬石矿。一只红眼掠夺者还想跟我杠，我3下5除2把他送天上。这硬石矿也是咱们升级背包和水壶的一个重要矿物，所以说遇到了就必须给他挖走，好吧？就从这个位置吧，我们一跃而下，正式开始探索地下世界。OK 了，兄弟们，落地之后目前高度54，很快啊，我就遭遇了第一批小怪的攻击，仅仅是几只小蜘蛛外加2只苦力怕，对我来说威胁并不是很大。就这样，我在地下世界哐哐一顿跑。密银，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古石烧板龙没找到，我居然先发现了密银矿。Oh my god！ 先走，不跟他打，浪费时间。密银已经拿到。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古石的刷板龙，就可以进入密银时代。哎，对了，我手中的这把宝剑忘记介绍了，高碳钢剑，建议来地下世界人手一把，好吧？对付这种地下世界的蝙蝠特别好用。很快啊，我就发现了第2处密银矿。如此一来的话，只要我们得到远古金属，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成功进入密银时代。只是这次寻找古石的刷板龙，我的运气好像确实差了一点，找了半天才找到了第1个古石的刷板龙。哦哈哈，哦哈哈，来了。我直接 battle 他来，我本想着不吃金苹果也可以拿下他，我吃颗金苹果，直接跟他干。我靠！来了！我去，第1个箱子居然没有发现远古金属。我能骂人吗？不过很快啊，我又发现了第2个古石的刷板龙。我能骂人？我去，我这什么运气？哎，这不远古金属吗？哈哈，得到了，兄弟们！
矿工梦的电量还有很多，于是我又找到了第3处古石的烧板龙。同样，在这个宝箱内，我也是开出了一个神器。远古金，哦，远古金属真是真的吗？兄弟们，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刷，来过来，过来你就得死，打你头，敲你脑瓜板。一个香拿也要啊！第4个古石烧板龙收获并不怎么样，于是我又找到了第5个古石的烧板龙。苹果附体，来吧，远古金！这么大的箱子就出1块远古金属，说实话有点少。简单收拾了一下，基本上来说全都带走了。等我看背包，远古金属现在有3块了。可以了吧？我觉得可以回家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迎面跑来了一只地狱犬。其实这一波我完全不需要跟他打，但是吧，我就想着一只小小地狱犬能奈我何，于是我就跟他打了起来。只是刚刚拿下地狱犬，你好。哎呀，我啊！天空是蔚蓝色，窗外又牵着河。复活之后，本来还想再去探索一下，这你妈什么造型啊？这是。可不必，因为现在我穿的是高碳钢装备，减伤20%，而且我还手持一把附魔的远古金属剑，对付他那简直就是手拿把掐。收集完黑曜石，我们来到丛林地形，收集一点木头回家做一下书架。回到庇护所，家里的石头就这么多，管它够不够，咱们明天开始准备建造咱们的空中大碉堡。第2天天蒙蒙亮，我就出发了。我选择建造的位置就在这里，这里的地势比较平坦，后期呢我们可以选择把黑曜石大青龙炉放在这里。OK， 那么现在咱们简单将地形给它修整一下。现在我们开始建造咱们的空中大碉堡，简单修建一个平台，然后放上台阶。为了节省材料，我们都采用半砖，用了1天的时间将地面修整完毕。这次有点整猛了，感觉这次修建的大碉堡好像面积有点大呀。不过这样的话，后期我们就可以把附魔台直接放在家里。从地下世界搞到了2个属性币，我们简单给它吃一下，2个属性币全是增加0.1的攻击伤害。碉堡的层高我准备建在4格高，建的确实有点大了，中途石头不够用了。不过我早有准备，火药我已经拿上了，去旁边挖点沙子，制作一些 TNT 来炸石头。差点忘记了，制作房子也不能只用石头啊，我们还得用玻璃，所以用 TNT 先炸点沙子，回家合成一下玻璃。再放着 TNT 炸点石头。日落时分，大体框架已经建造完成，现在我们把屋顶给它铺上下半砖，防止刷怪。只是这个小白一到了晚上是真的烦呀。可是即便是条件如此恶劣，咱们的房顶还是铺设完毕了。只是我这刚建的房子，你这僵尸就开始给我拆家了。回家之后，今晚咱也别睡了，烧沙子搞玻璃。就这样，我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建好了一座空中大碉堡。现在我们把物资给它搬过来。没想到这个搬物资是最麻烦的，就搬这点破东西，我用了2天的时间，你敢信？找个角落倒桶岩浆，把干锅放上。如此一来，我们的空中大碉堡已经完工了，兄弟们。现在我们开始建造黑曜石大型熔炉，先放1桶岩浆。建造的过程呢，我也不想多说了。家中的黑曜石有限，这次呢，我一共搞了3个黑曜石熔炉核心。烧矿的话，那肯定是绰绰有余。为了让我的空中大碉堡更有辨识度，我还在它4个角底下各放了一个大红灯笼。然后在这里呢，我有一个问题，目前我用的水袋是黄金水袋，这个水袋呢可以供我喝10次水。可是为什么我升级成为硬石水袋之后，它的喝水次数反而没有提升呢？还是喝10次。密银矿也烧制完毕了，我们先制作一个密银工作台。密银镐的合成配方也做了改变，首先我们需要用硬石锭来制作硬石棒，然后来到我们的黑曜石大型熔炉里来烧制，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密银镐。同样我们也会获得成就，流淌着最强大的魔法。 OK， 密银镐也有了，那么我们现在只差附魔台了。当时我去探索地下世界的时候发现了一处钻石矿，那就事不宜迟了，咱们现在就把钻石矿给它挖回来。当然了，去之前我们家里还有2本附魔书，一本是时运3，一本是效率5，那还废什么话呀，肯定要砸时运3呀。很快啊，我们就来到了地下世界，并且找到了这处钻石矿。2只古尸一路上对我是穷追不舍，想要置我于死地，那他俩肯定也别想活着回去。兄弟们，
不愧是我，时运3的密银镐挖4块钻石原矿，还是4块，愣着干嘛？请把弹幕打在欧皇上。回到家之后，先把钻石附魔台给它做出来，剩下的就是合成纸、合成书、合成书架，最终就是木头够用，但是甘蔗有点少，距离我的满级附魔台多少还差点，那就明天一早准备出发，咱们去沙漠地形寻找甘蔗。这次寻找甘蔗，我也是一路向北，大概用了2天的时间，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最起码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最终我们在生存的第121天做出了满级附魔台。目前呢，我的经验等级是61级，我感觉也是时候为我的武器以及装备来搞一波小附魔了。只是今天肯定是不行了，下期视频我们开始搞附魔吧。最后我再吟诗一首：建造空中大碉堡，用时3天真不少。大型黑曜石熔炉，烧制得到密银镐。地下世界走一遭，4颗钻石刚刚好，各种分解各种镐，满级附魔台来到。下期视频搞附魔，各位千万别迟到。上期视频我们利用3天的时间建成了我的空中大碉堡，由于这次建造的面积足够大，所以我觉得搞个2层应该也没有必要了吧。紧接着我又制作了黑曜石大型熔炉，得到了我在这个生存中的第1把密银镐。随后我又来到了地下世界挖取钻石，回家之后又制作了满级附魔台。目前呢，我的经验等级是61级，附魔一些武器装备呢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接下来咱们就简简单单搞一点小附魔。OK， 那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首先附魔一下我的大铁锤，那就用2楼10年单身，看看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好的属性啊！我操！还真出了亡灵杀手4耐92鸡腿儿。好多人可能疑惑啊，为什么要先附魔一把大铁锤？因为我要征战地下世界，对付古尸没有锤子它真不行啊。剩下的经验我准备再给我的胸甲来附个魔。我操，牛逼！保护2，耐力1，再生2，过渡装备，我觉得这个属性完全可以。接着我就再给鞋子附个魔，本意上是想附魔一个速度，没想到这次的附魔我又拒绝不了。保护4，耐93，兄弟们这不要？简简单单附魔了2件装备，1把大铁锤。我的经验等级呢，目前还剩26级，家里还有2颗钻石，咱们直接给它吃掉。红石也不少，咱们也吃点。附魔铁锤首次出征，对付的便是河边这个老登。虽然我的这把大铁锤附魔的属性是亡灵杀手，但是对付眼前这个老登还是绰绰有余的，并且这一波我还免费获得了2颗末影珍珠，真的是不敢相信啊！也就是这一波免费对付老登，我就觉得我很有必要搞一把抢夺的大宝剑，说干就干。地下世界得到的属性币，咱们给它分解得到经验，经验不够，咱们分解矿物合成锭，继续获得经验。一口气获得了39级，咱们仍然是利用2楼老登10年单身来换取一个无敌的属性。我去，兄弟们，抢夺3、缴械3，外加一个锋利3，这个属性那是相当炸裂呀！所以兄弟们，咱们感谢一下2楼老登吧。这一波附魔搞完呢，我的经验等级呢也是非常之低呀，尤其是我的血量啊，现在仅仅只有5颗星，这点血量如果去地下世界，那是必死无疑呀！所以我必须得稍微恢复一下啊，烧了点肉，然后又烧了点矿，经验等级呢直接来到了27级。27级，我说实话也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就制作了一个自动生成黑曜石的装置。你若问我这个东西跟经验等级有啥关系？对不起，没关系，它就是为我们自动生成黑曜石的。6颗星去地下世界，我本人感觉呢还是有点不太安全。我就想到了我之前探索的一个矿洞，好像还没有探索完，索性咱们直接来矿洞探索一波，涨涨经验。可能是时间太长了，我说的这个矿洞呢，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但是我在这个矿洞内却再一次遇到了胖子僵尸。这次我拥有了2件附魔装备以及1把附魔的远古金属剑，再次面对胖子僵尸，我肯定是不怕他呀，兄弟们！更何况咱们还拥有一把拥有亡灵杀手的大铁锤，打这帮僵尸呢，那更是绰绰有余。只是这一波除外啊，差点没被胖子僵尸一下给炸死。既然想探索的矿洞没有找到，那我也不废话了，兄弟们，反正咱们有金苹果啊，血量虽然还是有点低，但是我还是选择来到了地下世界。来到地下世界第一件事，先给这个转锁门附近给它放上一些灯笼，省得我每次来这里都黑咕隆咚。我这次来呢有2个目的，一呢肯定是要掏一下古吃的烧碗脑，2呢是要寻找一下胡萝卜，因为在地下世界没有夜视药水确实是有点难受啊。直接上，就我这把小武器，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这把铁锤目前的实力。开一个属性币，一个附魔金，屠宰3，太帅了！夜视，好一个金苹果，继续上，打得他亲妈都不认识他。来，不出意外的话，夜视药水又来了，兄弟们，开2个硬，哎，矿工帽，
硬石桶，哎，又是矿工帽，又是夜视，要说这几分钟的，也是3分钟的。连续探索了2个古时的刷怪龙，在这里我又发现了一处金矿啊，位置比较隐蔽，所以我选择给它挖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处金矿，我差点在这里小命不保啊！我操！提高！哎，哥们儿，完了，完了！没完！你小子这什么鬼？这是从哪来的一群这个家伙？毫无收获。古时的刷怪龙确实找到几个，只是仍未见到我需要的胡萝卜。虽然说没有夜视药水，在地下世界也能苟活，但是这个世界确实让我难过。于是我就结束了地下世界的生活，准备在主世界找沼泽。所以说，今天这期视频咱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胡萝卜。那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本期视频的素材大约用时12个小时，有可能不到12个小时，那么11个小时肯定是有的。既然高达12个小时的素材，那肯定是要废话少说了。首先我先来到了沼泽地形，准备寻找女巫的小屋。但是怎奈这个沼泽地形确实是很大，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女巫的小屋？在这里有粉丝告诉我，因为我在15天之前没有做出铜锤，伴随着村庄的消失，女巫的小屋也消失了。关于这个说法，说实话我本人有点不太信，但是这个女巫的小屋吧，我也确实是没有找到。于是乎我又来到了地下世界，准备寻找一下战斗高塔。我直接 KO 他，就这2下子。当然古时的刷怪龙遇到我们也要探索一下。兄弟们，这2个箱子我跟你说啊，我敢打保证，100%有胡萝卜，没有胡萝卜我当场吃，吃汉堡。就这样，我探索地下世界，外加在沼泽地形寻找女巫的小屋，前后一共花费4个小时左右。至于这次的收获，我就不盘点了，看过直播的应该都知道。既然战斗高塔和女巫的小屋都找不到，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在主世界探索矿洞寻找刷怪龙。于是乎，我再次孤身前往矿洞，没想到主世界的矿洞居然比地下世界还要险恶。因为这次探索矿洞我有了矿工帽，所以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弓，刚好这下面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矿洞。行了，说多了都是眼泪，兄弟们。那么接下来就看一看我在这个矿洞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先把这些小白给他们拿下。哦，坏了！我去！这一波我说实话差点凉。如果再多来几个怪的话，这一波我肯定连金苹果都吃不上。来，主世界的小怪。还想拿我咋地？就是我现在点亮不了，让你们有点嚣张在这儿。此时此刻，我还没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就我这种方法打下去的话，这些怪是无穷无尽的，我永远都打不完。所以我也是抓紧时间给他点亮火把，直到我来到这个角落。亡魂我也不怕呀，亡魂！地狱苦力怕，你记得给我反弹回去。来，这个场面我就问你们秀不秀？除了食尸鬼，现在能？我去！地狱苦力怕10世纪加强，居然给我来了一个3连炸！我这一看大事不好，我就准备撒腿就跑。关键时刻怎奈来个小蝙蝠把我给骚扰，节奏被打乱，想跑不了，再次抡起铁锤想把命来保。哦呦！完了，腐蚀我装备！坏了！后期呢，我也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刷怪龙，但是这一波属实是放屁砸到脚后跟，倒霉透顶，根本就没有胡萝卜。哎，对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下矿之前你们看我的背包、工作台、硬化炉以及古尸地图我全都带了。哎，我炉子呢？
我炉的那些东西呢？回家之后，硬化粘土炉以及我的古诗地图，还有我的工作台全没了。你别告诉我，现在灰色史莱姆都能腐蚀这些东西了。既然没了，我也没有办法。于是乎，我又坐船准备出海寻找一下沼泽地形。找了几天没找到，我又回档，再次回到家里制作符文传送门。只是这符文传送门它也不给力啊，来来回回试了大概有10几次啊，一次沼泽地形我也没有刷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录制素材的时间呢已经到达了8个小时。这时候呢，就有粉丝提议我还是去地下世界寻找战斗高塔吧。行，我主打就是一个听劝。于是乎，我在地下世界建立了符文传送门，将我传送到1000格以外，继续寻找战斗高塔。说曹操到，交枪不杀。中途探索了许多个古时的刷怪龙，在这里我也不多说了。恶魔蜘蛛最好是躲开它，但是我肯定，我操完了。哥们儿。后期呢，我动用了一点点小小的魔法，实现了夜视药水自由。当然，最主要的也是为了直播间的粉丝们的一个观看体验。可是谁曾想，即便是有了夜视药水，这个战斗高塔你也不好找啊！3个附魔金，我的个豆儿！最后我跑着，你们猜我发现了啥？等等，我的个豆儿！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绿宝石林，遇到了你能不探索？必须得拿下呀！我的个骚嘎！可是又有谁知道拿下这个绿宝石林可不是说而已啊！去征战吧！又是一个僵尸村民，不会还掉2个僵尸村民，不会还掉胡萝卜吧？你再掉我可不要了啊！上期视频录半天，寻找萝卜未得闲，地下世界全找遍，萝卜踪影仍不见，各种小怪把我缠，搞得我是好心烦。寻塔途中好运现，绿宝石林在眼前，欣喜若狂去探险，却被古尸给揍扁。OK 了，兄弟们，绿宝石林都找到了，放弃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给他拿下。那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2格高还应该打不到我吧？哎，我发现这个装置我做的很牛掰啊！哎，我靠，不是这把脚蟹我又没了。上期视频呢，我看评论，粉丝给我出了好多方法来如何应对这个绿宝石林。其实你们的这些方法呢，我也都用过啊。你看地洞，这不就在这儿吗？只不过你们说的是在绿宝石林的旁边挖个地洞，还有的粉丝说让我快速出击的，趁这个古尸没有刷新，赶紧把他的刷管龙给他挖掉。有啥脾气？说实话，真心没法挖呀，兄弟们！只要一靠近，那就刷古尸。随即领主开始召唤小弟。虽然说使用大锤对付古尸才是最正确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吧，1打1或者1打2的时候比较管用。全欧的话，还是要使用我的远古金属绞切剑。你们看，最起码这样的话，他们没了武器打在我的身上，我也不会太疼。只是你也不能完全依赖绞切大宝剑。我操，没缴械了。还有的粉丝给我建议，让我站在绿宝石林的中央，然后呢把刷怪龙给它挖掉。这些呢其实我都干过，只不过效果呢确实是不太好啊。就比如这一波，哎，哥，再比如这一波，还有几个龙没刷完呀？不是，哦呦！啊！别射了，哥！我叫你哥，你不会真答应了吧？吃上附魔金也得躲在狗洞里打呀！兄弟们，就这个场面怎么说呢？硬刚根本不可能。就这攻击力，你觉得能挖掉吗？这一波呢，我又发起了一波攻击啊，然后就被打入了河里。我操！绿宝石林这一波，我真的是一敌百。当然了，我还不死心啊，我还得挖呀。这次呢，我甚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防御小堡垒。只是这次，当我挖到了底下的刷怪龙时，我操！挖完了，我底下我把它掉下去了。这肯定不能挖呀，底下的怪太多了，多到什么地步呢？
哎呦我的妈呀，就这个场面，兄弟们，咱就说我几条命我敢下去。最终呢，我也是打了一波时间差。最主要的是，离我最近的几个刷怪龙呢，刷怪到上线了，他不刷怪了，这样呢，我才能悄悄的潜入绿宝石林，挖掉几个刷怪龙。其实挖的时候呢，我也多少有点纳闷，为什么忽然就不刷怪了？当然了，不刷怪是好事啊，所以说趁着这一波，咱们赶紧把刷怪龙都给他挖掉。这快刷了，这次运气非常好啊！一口气挖掉了3个刷怪龙。最终呢，我在这个绿宝石林一共挖到了5个绿宝石块，绿宝石一共挖到了58颗，我感觉差不多了。其实还有一些绿宝石呢，我没有挖，只因现在已经是157天了，再过3天就马上又要迎来血月了，所以我准备打道回府。这次的收获呢也是非常之大，物资呢我就不盘点了，盘点起来太啰嗦。盘点完物资之后，我首先做出了一个示标器啊，也就是刷新我的出生点的位置的，把它放在房子中间，然后放上一块红石来激活一下。随后我又合成了高级附魔台，这个高级附魔台呢，简直在这个生存中啊是 YYDS。首先我先制作了一把密银镐，想要什么属性就要什么属性，这把密银镐的属性呢绝对是顶级的。紧接着我又制作了一把密银大宝剑，密银大宝剑同样属性给它拉满，抢夺3，缴械5，外加一个锋利5。之前我在挖地下世界传送门的时候挖到了一块宫锭，可以为我们增加0.1的伤害，咱们直接给它砸到这把密银大宝剑上。紧接着还有粉丝提醒我，让我升级一下我的小队，我这一看，好家伙，小队还能升级，那还废什么话，满级是10级，我一口气就给它升到了6级。升7级的需求是2块远古金属块，没问题，也能搞，只是在这里有个小插曲，刚好赶上今天下雨，我就想起了粉丝提醒我的一句话，其实获得胡萝卜找一下僵尸村民也可以。哎，来了个僵尸村民，存个档，兄弟们，刷他一下，就刷10次，兄弟们啊，就刷10次，多了1次都不刷啊，就刷10次啊，看看掉不掉。欧皇诞生，哇，胡萝卜，哎，有戏！第一下没打死他，看到他身上带的东西挺多，应该是胡萝卜抵挡了伤害，所以说这一下必掉胡萝卜。掉，啥也不说了，探索12个小时，我感觉我就是个，这是一道填空题啊，括弧你们来填，10次。整整10次，我就获得了胡萝卜。获得胡萝卜的一瞬间呢，直播间的兄弟们都说我开了，没开，兄弟们真没开啊，真没开。说实话，兄弟们真没开啊！如果你觉得我这波开了，那我接下来这一波你又该如何解释呢？得到了胡萝卜之后呢，我这一看159天了嘛，本来也是没啥事儿，明天就是血月了，我就想着再把这些小僵尸再给它清理一下。啊，真的，我真的兄弟们，我嘴开过光，你们信了吧？我嘴真开过光。说最后3次就最后3次，这小僵尸也是瑟瑟发抖。他一看，他不给我来都不行了，必须得给我来。又是一个僵尸村民，不会还掉2个僵尸村民？不会还掉胡萝卜吧？你再掉我可不要了啊！不要了，扔掉，不要了。兄弟们，我真没开呀！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得到胡萝卜居然如此容易，而且一次性就得到了2根胡萝卜。接下来咱们再把小队升级一下，直接来到7级，有点激动，不知道该说啥了。那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我们迎接血月，把胡萝卜给它种一下。上期视频真奇妙，地下世界大宝找，绿宝石林权衡扫，海量宝石怀中抱，高级附魔台造好，回家就把附魔镐，密银镐剑重锻造，顶级属性威力高，小队升级实力爆，僵尸村民送环保，2根萝卜来报道，好运连连真热闹。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咱们先过血月，然后呢修建一片小农田，把胡萝卜给它种一下，紧接着我们去往地下世界看看能不能找到地幔。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废话要多说，赶饭时间到。生存第160天，我们迎来了第4次血月。这次的血月呢，我仍然是没有实力与这帮变异怪来抗衡一下，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在我的空中小碉堡来度过这次血月。只是这第4次血月跟第3次血月好像又不一样了，跟前2次血月好像是一模一样。白天的时候刷的是正常的怪物，那这样的话，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没错，简简单单刷了一会儿10足火药，直接到手。兄弟们，这简直就是被针针。那么血月的晚上，我觉得也没啥好说的了，毕竟我在这个小碉堡里已经安全度过了3次血月。接下来先回到咱们的庇护所，然后呢找一片地方来种植一下我的胡萝卜。我觉得床的这个位置应该可以，把墙给它拆掉，然后做一下延伸。说干就干，就这么办。
OK 了，兄弟们，农场建造完毕。那么接下来咱们还需要烧制一点小玻璃，为了防止植物生病。紧接着我们还需要制作一把鸭嘴锄，然后给它搞了一个收获4、肥沃4的小属性。农场的玻璃顶也制作完毕，家里除了胡萝卜，还有3个洋葱、2个土豆，咱们都给它种上。搞完这一切，我又附魔了一把远古金属铲，这把铲子铲沙的那真的是非常之快啊，兄弟们！所以我们收集点沙子回家合成 TNT， 准备征战地下世界来找一下地幔。这次准备的 TNT 也不多啊，一共是120个 TNT 吧。我觉得找到地幔那肯定是绰绰有余，很有可能我们还能实现艾德曼自由。那就废话不多说，先睡一觉，明天准备出发。哦，对了，在这里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啊，去地下世界找地幔的话，最好是制作几个灯笼。插火把的话，地下世界的火把很容易熄灭，刷太多的怪就不好了。我家里的红色羊毛呢也没有多少，能合成几个大灯笼就合成几个大灯笼吧。至于找地幔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位置也没什么可选性啊，我们索性就在我们的传送门旁边直接往下挖，然后用 TNT 开始炸。一共用了8个 TNT 就炸到了基岩层。这么快到基岩层了？只是这个基岩层你们感觉是不是有点异样？因为这个基岩层好像有点过于平整，我也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那这样的话咱们继续往前炸。炸完这一发 TNT， 我发现了第一处艾德曼矿。再往前炸，你们可能会发现这基岩层还是如此平整。这啥情况？地幔怎么这次这么难找吗？打破一切寻找地幔肯定是做了改变，如今的地幔可真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可能我昨天的好运都用在了昨天找胡萝卜上，今天我用了120发 TNT 居然没有找到地幔。在粉丝的建议下，我也合成过巨型 TNT。这一发可以，我感觉威力是挺大，但是仍然没有看到地幔。后期我又变身为卑鄙的一格人，因为有粉丝说你只有在高度10以下的位置才会找到地幔。至于高度怎么看？看这里 Y 的坐标呀，真是服了我，真的是。怎么说呢，兄弟们？当时我确实挖的是有点无奈了啊，所以说120发 TNT 全部用上，炸了个寂寞。回家之后物资一盘点，艾特曼直接实现自由。找不到可能是今天无缘呀。再看一下我这个密银镐的耐久是越来越少啊，总不能一点事都不干吧？所以我来到地下世界，利用仅剩的几瓶夜视药水，准备寻找一下密银。回家以后把密银针先给它制作出来。那我这次前来呢，也不准备在地下世界多待，主要就是挖密银，见到领主咱立马就跑。所以这次呢也是非常的顺利啊，探索大概半个小时我就回到我的庇护所。接下来的工作呢也是非常的繁琐，我们先用密银锤来分解一下密银矿，然后呢把粒儿再给它烧成密银锭。然而在这繁琐的过程中，我却偶然发现了一个商机，那就是利用大型熔炉无限刷经验，只是有点费时间。你们看，我现在是用密银镐来分解一下密银矿，然后拿到大型熔炉里把密银粒再合成密银锭。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密银镐再分解密银锭，得到密银粒，紧接着再到大型熔炉里烧制成为密银锭。只要我们从大型熔炉里拿出密银锭，那我们的经验就会到我们的身上。如此一来的话，如果你拥有大量的密银，然后多制作几把密银锤，分解得到密银粒之后再放到大型熔炉里面烧，这样一直重复的话，那我们的经验是不是就不缺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点费时间。哦，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有点费密银锤的耐久。OK 了，那么经过了大概6个小时，我们从种地，然后再到地下世界去寻找地幔，最后寻找密银合成密银针。现在总算是密银武器和工具可以随便用了，下一步我们就准备制作密银套装。上期视频我们准备了120个 TNT， 准备前往地下世界开始炸地幔，然后去下界。但是这一切并不太理想，虽然我也合成了超级大的 TNT， 这地幔好像是在跟我耍把戏。最终我挖到了一点点的艾德曼矿，说实话这家伙贬值的很厉害，有没有都一样。既然地幔找不到，于是我又来到地下世界开始寻找密银，准备回家制作一个密银针。咱就说这次制作密银针还是非常顺利的，如此一来的话，我们的密银工具以及密银武器就可以用到爽。 OK， 那么今天的主要任务呢，我们还是要寻找地幔，那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再次寻找地幔之前，首先我们需要再干一件事儿，那就是收集红色羊毛。现在的羊是越来越少，我也仅仅是收获了这么多的羊毛。行了，那就简单做一下准备，我们再次前往地下世界。上期视频呢，我在评论底下看到了有一位粉丝为我指点迷津。找到地幔呢，其实非常简单。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要看脸，最主要的是它根本不需要我们来制作如此多的 TNT， 我们只需要拥有一把趁手的工具，然后化身为卑鄙的一个人，不管朝哪个方向，你就直线往前挖。运气好的话，100格之内绝对能找到；运气不好的话，400格到1000格之内肯定也能找到。OK， 兄弟们，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开搞。
注意，此时此刻我目前的高度已经来到了4个高。那么此时此刻这个高度它是必出地幔。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一味的往前挖，发现前方有基岩层在往上延伸，那么请停止你的行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左右开弓。当然了，在地下世界挖石头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黑幕，但是请你不要害怕，因为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地幔就会出现。接下来我们恭喜技术一哥达成成就，烫脚的地狱门。针对于粉丝的这个建议确实是非常管用，我也就仅仅挖了100个左右。那就不废话了，我们直接下界页。下界，我来了，我他妈来了！阴森恐怖，令人不适。看位置，哎呀，看位置不是很好啊，看位置。先往这边走吧，往哪边走其实也无所谓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哎，啊，我的个豆儿，兄弟们，这，嗨，我说什么来着？技术一哥来下界，什么都不需要带，好吧？哎，等等，别慌，我去，恶魂会追踪吗？刚刚来到下界，差点被恶魂给上一课。当然了，问题并不是很大，毕竟我有技术在身上。今天我就一件事儿，那就是找到烈焰棒。进来之后多少还有点小惆怅，索性我们先开几个小宝箱。连开3个小宝箱，收获也是响当当。发现地狱油全部装身上，最后找到烈焰灵的刷怪龙，跟他刚一刚。不曾想这小子的火力还真是旺，不吃附魔金根本不敢上。没有办法了，附魔金苹果必须得嗑上。不吃附魔金真不行啊！哇，爆了！这个红色烈焰人果然是 YYDS 啊！他一个人掉的烈焰棒顶10个烈焰人掉的烈焰棒，最后就收集了这么多，应该差不多了吧？嗯，这啥机制啊？打完了烈焰人之后呢，我准备再刷几只凋零骷髅，只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不明白的现象。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人在狗洞趴，骷髅就在我的正前方，但是他却不找我。难道是因为我在旁边放了一个凋零玫瑰？我很少研究我的世界里的一些机制啊，不知道这波现象是不是凋零玫瑰导致的。你们看，根本就不理我。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主动出击吧。凋零骷髅的头颅啊，仍然是不太好得到。一个碎片。不过后期呢，我们在打破一切这个版本中呢，可以通过碎片来合成了，然后来搞一搞密银。密银装备也该穿上了。8分钟的夜视，再加上我的实力，如今再来地下世界，那就如同是探囊取物。所以说，挖密银只是时间问题。啥实力呀？金苹果都不吃，这就是我的实力。我这一波偷鸡又取巧，直接把小怪给撂倒。这里有一块位置不太好，所以我选择跟他们正面刚，把他们撂倒。这里指定要有夜视药水，没有我吃屎，看到了吧？这就来自于吃屎的自信。他们的存在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笑话，所以说我准备下去把他们拿下。他们被水流挡住，正是我出手的大好时机，一波3连炸，我直接给他拿下。这2只蜘蛛多少有点小想法，但是他压根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想理他。钻石永流传。难不成他俩还真想把我杀？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傻瓜，这里吃个金苹果了。哎，什么情况？哎，不哥没吃上金苹果吗？太残暴了！哎，
等等，今天的地下世界探索，说实话确实是漫无目的，但是就是这波漫无目的，我居然发现了战斗高塔。等等，兄弟们儿，先别着急，先用地图来标记个点。哇，距离我家这么近吗？本来就想就此给他探索一下，没想到直播间的粉丝说我这身装备可能拿不下，那就等我做出密银套装，然后敷完膜，咱们再过来探索。趁现在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的密银针过程，那就下期视频咱们再说。上期视频我们按照粉丝的方法，总算是挖到了地幔，获得成就烫脚的地狱门。随后我马不停蹄赶往下界，与烈焰人大战982个回合，获得烈焰棒。回到庇护所之后，迅速合成酿造台，彻底实现夜视药水自由。有了8分钟的夜视药水，我要再次来到地下世界，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一身密银套装。在此期间，我甚至还发现了我之前一直苦苦寻找的战斗高塔，只是现在我的装备不太允许。我想回家做出密银套装之后，再过来拿下战斗高塔。那么今天这期视频任务目标就非常明确，附魔密银装备，拿下战斗高塔。OK， 那就废话要多说，赶饭时间到。第一件事，先用我的密银锤来分解一下密银矿，然后将得到的密银粒放进我的黑曜石大型熔炉。这是一个看似复杂，实际上比较耗时间的工程。得到了密银锭，我们就可以制作密银装备了。只是这次的密银装备有些许不同，我们可以用来强化。每一件密银装备都可以强化2次。如何强化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在冶炼炉里来完成，但是需要用到远古金属。之前我们不止一次探索过地下世界，远古金属是应有尽有。那么我们一边搞装备，再一边合成一下地狱岩熔炉核心，将我们的大型熔炉再升级一下。地狱岩熔炉的建造，我们就挨着黑曜石大型熔炉。这次呢，我也是一次性搞了4个地狱岩熔炉核心。OK 了，终极熔炉诞生了，兄弟们！那就赶紧烧制一下我们的艾德曼矿。相比之前的老版本使用烈焰棒来烧，这个终极炉子简直是太省心了。艾德曼大战锤，攻击伤害8，耐久51万。有粉丝建议我让我制作一把艾德曼大战锤，据说比密银战锤要好很多。实际上没有密银战锤好，只是做就做了吧。反正我觉得艾德曼用都用不完。放到高级附魔台上，你就会发现艾德曼战锤的附魔值仅仅为87，而密银战锤呢可以达到130，攻击力呢还比艾德曼战锤高了一点。最终我给我的密银战锤附魔到了一个击晕4，亡灵杀手5，外加一个击退2。帽子的附魔呢，我本来是想搞一个水下速决，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用，直接就俩属性耐久加保护。胸甲的附魔呢，经过一番调试啊，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胖子。哎，这里还有一个，我勒个骚刚！我锤爆他！他要炸了！出来一个！此刻我意识到，这里的刷怪龙可能不止3个，有可能是5个。我别掉下去！哇，这底下还有一个！我天哪，逆天呀，这帮家伙！如果跟他们纠缠的话，不是没有胜算，只不过这帮家伙鸡娃乱叫，让我真的很烦。快了，你是快！所以我准备再回我的庇护所。还没走到密闭通道，就被古尸射了一箭。如果不出意外，这一波我可能要出意外了。唉。我信你个鬼呀！OK 了，兄弟们，问题并不是很大，最起码我们摸清了刷怪龙的具体位置，所以上来我们先拿2个刷怪龙，紧接着再挖一个，半砖底下还有一个，中间位置最后一个。OK 了，那这里的宝贝都属于我了。开箱子看一下顶层的宝贝，最后绿宝石块再给它拿走，这样的话顶层就探索完毕了。紧接着我们开始往下一层探索。召唤小弟是吧？这一波说实话有点慌了，其实我根本没必要慌。楼下这一层呢是远古骷髅领主的领地，最后也是被我打到没有脾气，我们直接杀起来，刷怪龙给他挖掉。紧接着还是一样，我们还是直接杀进来，身穿强化密银套装，他们打我根本就不疼，我甚至连附魔金苹果都不需要吃。虽然我承认你很强，但是你也是个小蟑螂。最烦的可能就是这个远古骷髅领主的盔甲了。虽然我承认你很强。OK 了，刷怪龙全部挖掉。来打我来，越打我越爽。哪里还有？听说你挺会召唤小弟呀？
备怎么样？哎呀，装备完全没有问题，兄弟们。不用，你会破基岩啊，你会破石头，说错了。哎，看来应该是你最强，你最强就打你。这个家伙应该是加强版的亡魂吧？感觉他还挺厉害的，比较肉。开一下这一层的宝箱，物资也还不错。哦，2个笼子，别说1个笼子。哦，这是个大家伙。目前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层，感觉这一层比较难对付。好像这第3层和第4层全是这个家伙。他感觉有点呆呀，兄弟们。啊，这是亚马树智障啊！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呆，只不过我的这把密银锤它有击晕属性，所以说对付这帮行动缓慢的家伙，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直接杀进去，挖掉双管龙。靠，这都不刷了，这都。哦，这有个楼梯啊，还可以从这上来。原来如此，如此原来。还没事，哎呦，恶魂的眼泪这么多。这一层的箱子也还可以。哎呦，你来了，哥们儿！你来了，我是最开心的。你这黑不溜秋的你。第4层发现的怪是黑曜石傀儡，这家伙就更好对付了。再往下一层还是黑曜石傀儡，只不过好像这一层多了一个红眼掠夺者，属于是黑曜石傀儡联合红眼掠夺者。哇，这一关主打一个手忙脚乱啊，来回切换。箱子里的宝贝简单看一下。打得动我吗你？搞基你，就这么鄙视你。这一层是红眼掠夺者的大本营，废话少说，直接开宝箱。再往下一层，我就更不需要说了，仅仅是些小骷髅啊！你们看，我们需要的胡萝卜就在这里。这一层的宝箱也是越往下越开始变得拉了。蜘蛛哥哥。啊，你这恶心人的地方就是给我放这个东西是吧 ？OK， 那么这一层呢，变异小蜘蛛，再往下一层呢，还是小蜘蛛，比较容易对付。再往下一层，居然还有黑色史莱姆。最后一层了吗？这底层嘛，就是一些正常的古尸了，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最后就是1层和2层之间的暗室，千万不要忘记探索一下。这里有绿宝石块以及石英块，还有铁块。回家之后简单看一下收获，不能说是收获很大，只能说是收获颇丰。背包简单整理一下，马上又要迎来雪月了，然后紧接着我准备去杀一下雕。上期视频我们穿上了全套的秘银装备，获得成就神话时代的产物。随后我们来到地下世界，找到战斗高塔，噼里啪啦一顿干，成功给他拿下。回到庇护所之后，已经是生存的第190天，192天又是一次雪月。你们看啊，我这一背包的物资，当务之急是升级一下箱子，赶紧把这些物资都给它放进去。那么今天我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挑战一下雪月，然后再去下界收集一下凋零骷髅头颅，准备杀雕。那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用了一段时间啊，首先先把箱子给它升级了一下，这个远古金属箱子那容量真是大呀，就我这点小物资全部都放下，那是绰绰有余。多余的经验也没啥用，索性咱们给铁斧来附个魔，附魔了砍树属性的斧子，那真就是一个好用。这次呢，我为了征战雪月，也准备附魔一把艾德曼大宝剑，因为艾德曼大宝剑可以拥有吸血的属性，不过对亡灵生物没有用啊。只不过因为它附魔值的原因，只能附魔2个属性。那这样的话，这次雪月我们就干他一票。我靠，出事了！怎么这次雪月这么快就来了？赶紧远离我家！怎么凌晨就开始雪月了？虽然我表面上很慌张，其实我一点都不怕。来吧，今天晚上注定不平凡。没办法，吸血剑太强了，打了一会儿，我觉得我没必要再打一天又能怎样？这帮小怪根本伤不了我分毫。既然如此，我们直接来到下界，开始寻找凋零骷髅。先来开个宝箱，又是一朵凋零玫瑰。之前我们找到过一朵，这样的话2朵凋零玫瑰就可以让我们生成凋零骷髅的概率再次变大。玩过麦德生存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收集凋零骷髅头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好在打破一切中对此做了改变。凋零骷髅呢，不但可以掉落凋零骷髅头颅，它还可以掉落凋零骷髅碎片，9个碎片就可以合成一个头颅。可是即便如此，收集的难度还是非常之大。掉掉个头颅吧，哥哥！哎呦我的妈呀，还掉碎片啊！你看呀，背后，哎，牛逼！掉，崩！我靠，真掉了2了！只是这次收集凋零骷髅头颅，我们不再是收集3个，而是6个，因为这次我们需要击败2次凋零，获得2颗下界之星。掉几个？14个、30个、30个、39、27，我觉得差不多了。这次我也仅仅是打了1个小时啊，就获得了这么多头颅，也算是可以了。
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沙雕。这次沙雕的位置我选择在地下世界。小小凋零，听我的口气，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我十分的不屑，因为凋零在麦的生存中确实就跟弱鸡一样。那就来吧，让我们开始挑战一下这个小弱鸡吧。这次为了对付凋零，我甚至连弓都没有做。这次看我使用一把大宝剑，就把它斩于马下。哎，你咋就成半血了？我们那个壳没死了。啊 ？What the fuck？没错，这次的凋零做了很大的改变，我为我刚才的不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次的凋零半血之后，不但会爆炸，而且还会释放岩浆。主要是距离凋零一定范围内，它这个爆炸是无敌的，再好的装备你都承受不住。来吧，兄弟们，第二次开始沙雕。他释放的。那凋零下掉之前那么紧是没用的。第二次我成功击杀凋零，但是下界之星好像被岩浆给烫没了，所以说杀掉之前必须得存档啊，因为它不是100%掉落下界之星的。那就再来一次。半血凋零。哎，先不要把哈哈打在公屏上。看到凋零这波半血爆炸伤害了吗？凋零半血能跑多远跑多远。就这样，在经历过几次死亡之后，我再与凋零交手，我已经有了些许经验。这次攻了，你看没有岩浆。死！啊！好，凋零嘎了，下界之星没拿到，那就再来一次。啊，这次掉了。本来今天的目标是杀凋2次，没想到凋零这个家伙跟我玩背刺。那么今天的饭呢，我估计也挺丰盛，你们也都吃饱了，所以我准备打道回府，赶紧附魔一把密银长弓。第一阶段我们使用弓远程射击，那样凋零的半血伤害就炸不到我们。那就这样，下期视频我们再战凋零，争取把梦影龙的腰子也给他嘎了。上期视频我们迎来了不知道第几个血月，穿上了全套附魔密银装备的我，在这次血月可谓是大杀四方，什么变异蜘蛛、库里帕，通通都被我拿下。血月过完之后，我又转战下界，开始收集凋零骷髅头颅，征战1个小时，收获还算不错。最终与凋零成功会师地下世界。现在这次的凋零做了很大的改变。当时我说实话，我也不大问我还纳闷，这半血凋零怎么不给我血呢？就这样与凋零大战982个回合，再次回到我的庇护所。这次我们为了保险起见，附魔一把密银弓，准备再次对战凋零。那就废话要多说，干饭时间到。关于密银弓的附魔也没啥好说的，咱们精准直接拉满，力量直接拉满，然后再来一个敏捷4，吃点钻石，再把经验等级给它补起来。再次来到地下世界，我们先挖一条全新的矿道，选择一处风吹宝地，直接开始召唤凋零。凋零召唤成功之后，我们直接向后跑。在这里我又出现了一个错误示范，我确实是有点小看凋零的这个爆炸伤害了，本以为隔着这么远应该没事了。我操！我离这么远，给我干掉1半血。还好这次我们提前制作了密银弓，如果没有密银弓的话，这一波与凋零正面刚，那我必定要凉凉。来吧，这次就非常简单了啊！我们直接使用密银弓远程进攻，把他的血量干到1半，然后我们开始向后跑。我宣布他记了。来，还是很简单。如果我没有看错，没掉下界之星吧？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又没给我掉，再来一次。这次他一个我直接到了70，看到了吧？所以说打凋零存档真的很重要。
回到基地，先制作一个信标，然后紧接着我们合成一下地核破坏者。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去下界寻找地核用的。现在我们再制作一个信标，这是我们用来放在家门口的。OK， 如此一来，2颗下界之星全都用上了。去下界寻找地核之前，我们最好是制作几瓶抗火药水。虽然伏魔金苹果也拥有相同的效果，但是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得糖尿病。这次我们还需要合成一颗强化末影之眼，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激活基岩破坏者。那么 0.7 版本打破仪器的地核如何寻找？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来到下界，然后往下挖就可以了。马上快要挖到地核之时呢，这里的温度十分之高，我们整个人都会着火，直到你挖到类似于岩浆的东西，然后 Y 的高度呢在1、2格左右。眼前这个家伙就是地核。现在我们手持地核破坏者，把它放到地核上，手持强化末影之眼给它激活。激活之后，我们再把地核破坏者给它挖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功通往末地击杀末影龙。在这里再做一个友情提示，想要挖掉地核破坏者，我们只能选择用艾德曼镐。直播的时候，粉丝告诉我用艾德曼锤也可以，试了半天没反应，后期无奈只能再次跑回家中制作一把艾德曼镐。那么这次回家呢，我也是制作了一些艾德曼剑，因为有粉丝告诉我使用艾德曼剑也可以射爆末影水晶，之前这种方法我并没有试过，所以我决定这次尝试一下。哦，制作这个艾德曼剑居然也有成就，一箭射中心坎里。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手持艾德曼镐，咱们直接来到下界，挖掉地核破坏者。你没有看错，眼前这个1格的地方就是末地传送门。来吧，我们直接进入末地。生存在这里可以，兄弟们。如此安全的地方，我们直接挖出去。我还准备了个末影之眼呢，末影之眼给他扔了。身上千万不能带末影之眼，这样的话小黑就打不到我了。来喽来喽！让我看看这个小小的末地是怎么个事儿。先来试试艾德曼剑射水晶。哎，真能射爆，兄弟们！我靠，真能射爆！哟，我的乖乖，这现在我十分的后悔啊，兄弟们，为什么没多制作一点艾德曼剑？这次出来我只制作了13支艾德曼剑，这一失手剑矢都不够用了，所以我决定还是从黑曜石里挖上去。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如此安全的方法也能出意外。想装波小波一，我没有装成。哎！太残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实力主播是什么样子的，不拆水晶直接拿下他。好，来，我看是你能跑还是我能跑？跑哪去啊，狗东西啊！哎，飞哪去了？水晶我还不拆了，我还真不吹牛逼。水晶我还不拆了。哎呦，从我剑！哎，他咋不掉血呢？我真服了，这次的末影龙好像也做了改变，在有水晶的情况下，这末影龙的血量是丝毫不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还得拆水晶。好，还有几支箭没箭了。经过了一段时间，末影水晶总算是清理完毕了。然而，正当我这追杀末影龙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好家伙，哎，还有一个！这个末影水晶也太低了吧！放上一块黑曜石，直接给它挖。哎呦我去！哎，不是，刚才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一波2连跳。我去，这也行！就这样打了一次末影龙，我被嘎了2次，这次呢也差点嘎了，算我比较幸运。哎呦我的妈呀，你可死了！最终在我一剑之下成功嘎了末影龙的腰子，最后拿上龙蛋返回主世界。再次回到庇护所，咱们看一下家里的物资。要想制作一个3层信标，我们得有物资啊。铁块、金块家里比较多，那就底下一层用铁块，中间一层用金块，最顶上我们用铜块。最终呢，我放置了2层5×5的平台。现在我们还差铁块和铜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来地下世界探索一下吧。探索的过程呢，我也就不多说了。在地下世界这帮小怪物呢，拿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挖点铁矿、铜矿呢，也是易如反掌。最终经过2天半的努力，我总算是凑齐了。放上信标，我们就大功告成了。选择一个力量吧。如此一来，咱们的 MAT 生存打破一切 0.7 版本成功完结撒花。那兄弟们，咱们就下个系列再见。